好的，就这么突然。我现在基本上，因为我在用 AI 分析我的影片的时候，AI 都会骂我。他说：“妈，开场怎么都在拖？为什么都在瞎聊？为什么不能直接开始呢？”干，我想说好，那没关系，我就也不要播动画，也不要播广告，我他妈什么都不弄，我就直接开始讲话啦。这样有没有很开心？妈的，就是上电视节目前面主持人都要自己碎念一下。现在那个什么新闻大白话还是要妈碎讲一大张 PowerPoint 嘛？是啊。我靠，这个人生有的时候真是看不到一个变化，也都不知道干什么，这个真奇妙。来，这个我们今天还不用说，一定要讲我们的搭回头车的男人。突击访问非洲的男人，我们先问斌哥，斌哥看到这个新闻，你第一时间是怎么想？然后讲一开始就是赖清德在他脸书说他到了斯瓦蒂尼了，然后我想说也好嘛，反正他低调过去就这样子就去 OK 了，没问题。反正也去，他就想去看非洲舞霸嘛，就去嘛。非洲舞霸，到底为什么非洲舞霸？我们非洲有5个吗？没有啊，没有，是没有。我好像也只有4君子而已，4君子有没有？以前有南非，现在好像也没有了。现在没有，我们现在只剩一个，就是斯瓦蒂尼。那就是非洲独霸啦，那也不是舞霸，非洲独一霸。是啊，但是结果后来马上传出消息来，他居然是被人家夹带进去的，这个就我真的是觉得。哇塞！做一个总统有必要搞成这样子吗？看，我跟你讲，宾哥，我要这时候要拍一下校长的马屁。我说，干，这真是神鬼奇航啊！这已经超越陈水扁嘞。陈水扁以前至少是坐自己的飞机在那边绕来绕去，绕到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机，绕到机组人员都超时，然后最后还找格达费。你看了不起，对不对？还有跟这种全世界追杀的毒夫也有关系。他以前也跟普丁拍过照，是啊，阿扁真是这个好，但等等，我们先不要讲。可是这次，我真是要讲，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我们赖校长已经玩到一个极限，就你没有想到，嗨呀！我怎么样？我就不坐空军1号啊！我坐他妈别人的空军1号，干拦不住了吧？你又不能上货舱检查，你怎么知道我坐在里面干嘛？干兵哥这一招。我不知道是校长想的，还是我们招谢奖想的，干了不起耶！是对，你可以说出人意表，因为没有人出人意表，没有人会这样干，从来没有过。就我所知我稍微用 AI 查一下，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用这种金蝉脱壳之计。是啊，干，真是太屌了！就是你拦我，对不对？他妈，我换别人飞机，是啊，再接下来搞不好他哪一天就做一个中国南方航空呢，就飞日本了，你也不知道不是，我觉得他们还在吹捧说什么？你看美国总统过去也经常这样啊，就事前都没有告知，突然之间就出现在那边。不，等一下，这个人出来讲，他就是叫什么 ATA， 对 ，Arrive then announce。啊、但斌哥，你记不记得是谁特别出来讲这一句话？好像是林楚英吧？这不是我第一个看到，我说不是只有一个，是我们那伟大厉害，把800当做统战片的王八千呐。王八千讲的，干王八千讲很有公信力，好不好？他妈我就信他一个，其他人讲没有说服力，叫arrive then announce， 就是到了之后我才宣传，到了之后我才公布。干其他人讲没有经验，这个空口说白话，纸上谈兵，就王八千讲的是对的。你看他每一次去找小三，什么时候先宣布啊？是啊，人家都没宣布。他什么时候打电话跟老婆，我今天要去找小三呐、能不能让我去？他有什么时候会在脸书上讲？不好意思，我今天去找常山的小三，而且我这个登堂入室，来金主开不开心？他什么时候会先讲？他从来不先讲，他身体力行，只有他做得到。而且他每次都来固步一阵，他告诉你说：“早安台南，要一天工作13人在台北。”对，不是就这样子啊？你看。搞不好，虽然我们的徐国勇骂他说这样太可恶、太夸张，但是校长搞不好说，此意无怨矣，好招好招。我下面要做，而且我要抱怨一下，妈看今天下午我本来打完电都要睡午觉，结果没想到我们家正对面那个公园，在他妈办母亲节活动，然后一直在抽奖。抽，我从外面回来，因为我跑去搬那个蜂蜜，搬就回来还遇到
另外一个熟悉的人姓严。在本区，但我就不方便讲，人家也跟我没什么仇怨。人家今年要选连任啊，当然要选连任啊，但是不知道这个王兄会不会帮他这个事情也很难说。但王兄感觉永远都售后不理，我们先等等，先不要停在这边。但你知道我在那边想要正躺下去，想要打电动好累，我妈躺一下。我今天听到抽奖是什么？王金平第692号抽到奖项的人请出来。好像我们这边王院长还有抖那个那个奖品呢。什么？我这边听到，我想说看这没想到金平兄前院长还有出来。但总之等，让我拉回来，干我屁话真多。就是应该这么说 ，arrive then announce。隔壁老王说这是国际惯例，我只信他一个人，身体力行只有他。但我觉得要这样讲，我们分成层次好了，彬哥，你说国际惯例，我们等一下再讨论。但有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人坐别人的空军1号然后出访的？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我跟你讲啦，他这个我觉得比较像谁，你知道？曾经有个总统跟他有类似的东西，谁？阿富汗总统。那时候阿富汗快要沦陷的时候，阿富汗总统所有没有人知道，等到他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在美国了。等等，你这样要比阿富汗总统，我还要说他比不上阿富汗总统。人家阿富汗总统还学圣诞老人，他妈走的时候都把美金、黄金丢到处都是，然后大家跑去捡。我们赖校长没有。是啊，不是我觉得民进党过去很喜欢讲对等尊严，然后一定要什么我们要受人尊重才去，结果现在把自己搞得像偷渡客一样，那跑去这样。而且我现在希望他真心用王定宇那一招，也就是呢 ，arrive then announce。对，实际上呢，他现在看起来好像他现在人在斯瓦蒂尼，其实他已经回来了。这是个好招干。王定宇每次发文说台北早安或者什么台南早安，我现在在努力工作，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是去买早餐的，就是他要买早餐，然后跟老板娘说加油，加油。但我要这样讲，难道维安？我们先把他东西推到最前面好了，就有很多事情事后才知道，就原来这个他深表遗憾，他发了文说真可惜，我们受到中共打压，没有办法去，然后中间所有的东西都是瞎晃一招，都是妈草船借箭，然后就说那没关系，我们就派林佳龙去林佳龙到现场也是虚晃一招，他去那边大概也就谈了一些不好意思你那个车子你那个飞机可不可以借一下？然后谈完之后，议长来，到这边都是合理的国际反应，你来我往嘛，对不对？你这个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可是谁想到他来了台湾之后，就这么咻的一声，就跟着上了飞机。各位，这个东西叫回头车。我今天有讲，你各位可能不知道，就是。有一种做法，以前开车要下高雄很累，他们就会去找那个托运的那个大卡车的司机，然后就跟他讲多少钱，然后你开上他的车，然后就在上面，睡到台北才开下来，比较便宜啊，因为而且你不需要开那个车嘛，那所以那个东西叫回头车。我不知道外交也有回头车，真心第一次听到。但现在问题来了，他如果人现在还在斯瓦蒂尼就糟了。请问一下他怎么回来？不好办对啊，因为老共如果叫南非跟莫桑比克，现在不准有任何飞机从那个斯瓦蒂尼经过。因为彬哥讲的东西，我要补充一个前提：斯瓦蒂尼是内陆国，它附近它没有直接靠海，所以你要叫海空号接它也不行。它附近都是其他人的空域，所以如果那个飞机上还有赖总统，然后他的呼号没有改变的话，也有问题。因为。老实说啦，斯瓦蒂尼是没有民航机的，你知道，他通常都是坐到南非再过去，他就那独一架，对，就那唯一架，他的民航航线只有飞到南非，而我们跟南非关系很不好。我们现在跟南非关系很糟。那上次假制裁还被人家揭穿，我们说我从此以后不给你晶片了，就一查，南非一年就买个700-800万美金的晶片，然后南非说好啊，你不给你不买是不是？我他妈制裁你贵金属。干你你不要贵金属，我看你怎么做晶片。后来事情就消失了。经济部优先说出来，就外交部说没事。
那好，所以我们跟南非关系也不好。那请问要如何金蝉脱壳呢？是啊，所以我觉得他如果采用王定宇那一招，实际上他现在人已经回来了，故意放影片说他还在斯瓦蒂尼，我觉得这一招比较 OK。可是好难哦。对，但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那就麻烦大。那他现在搞不好就回不来，真的可能回不来。人家南非跟莫桑比克，我都禁止你有任何飞机经过我的空域。那可不可以走路呢？走路你就要入境南非或莫桑比克啊，他怎么入境？对哦，那怎么办呢？那搞不好要问李天怡。天怡姐好像对那边的野生动物很有研究的样子。好，这个外行人不懂就算了，我们两个笑一笑。还是他假扮成长颈鹿？小心哦，走私华盛顿公约的动物是会被判刑的。那没有办法嘛，如果他走陆路或者是要坐飞机的话，就完全不行，而且没有水路啊。是没有水路，因为他完全被人家包围，他三面被南非包围，一面是莫桑比克包着他。对啊，所以他根本没地方出来啊。所以我真的有点担心他会不会在斯瓦蒂尼回不来了？结果一语成谶，因为斯瓦蒂尼说欢迎回家。回家了回家了不能这样随便留的啊！干我国总统，但我先要讲这个事情，我也是彬哥跟我讲了之后，我才知道，哇靠，这台飞机原本是中华民国给史瓦蒂尼，所以你不要说史瓦蒂尼为什么要出借，操你妈是我们给的飞机，好不好？那台 A340以前是华航的飞机嘛？对，我这样讲，我把这个背下来，因为我最近很穷，所以我对这种金钱相关东西非常敏感。那一台呢，全新的2001年买的是2亿美金，2亿美金大概60亿新台币。那60亿新台币呢？结果我卖给他的时候呢，是我想美金1300多万，好像是4亿新台币。那彬哥，我们在车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车啊？你好像都不练。那我现在也没车，我车也卖了。这个有没有网友知道，一台车落地之后，一个飞机的状况，14年之后要折价多少？其实14年应该算还好，尤其是航机。你看那个新加坡人 El 小戴说 ，You have a funny president 。你们总统真趣味，他是真的有趣啊，对啊，他真有趣。来，可是一折卖是啊，他妈一折卖给史瓦蒂尼，那这个不就是利益输送吗？但台湾那时候不在乎。而且我老实讲，你确定那钱是史瓦蒂尼给的吗？我个人也不那么觉得，我个人觉得也不是半买半相送，就是全相送。是啊，因为他还要拿去改装哦。改装的钱你认为是谁出的？他还要改装因为内部要改成那种单独座位什么东西，他把它改成那种像是私人飞机那种客舱啊，因为他以前是民航机嘛，所以都一排一排座位，他不需要那么多座位啊。那当然啊，是啊。那怎么办？来，等等，这个时候要再问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一个事情，身为一个下流的混账，我突然之间脑中灵光一闪，因为他说这是史瓦蒂尼唯一一班国家的飞机，然后也是国王1号，好不好？我们就是这个不是说这个空军1号，要叫国王1号，那所以那也是他的行宫，是啊，就是他的空中行宫。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韩明哥，你觉得一个权力顶峰的人士有了一架飞机，然后有几十个飞子之后，他飞机飞在空中，他会想要做什么事呢？他这个事情，我在家里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我真心觉得有一点令人担心。他会不会分赖清德一点，我就不知道。这个等，我是不知道啊。但是我们这样讲，各位小弟有这个思考过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知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 Mile High Club。就是有人就钻到空中，他妈就打炮，各种打炮。然后你记不记得你看过钢铁人有没有？钢铁人坐私人飞机的时候，也请大家麻烦先离开，就留下这个服务乘务员留在那边，大家一起聊天，开开心心的讨论。所以我们要说不好说，光想就觉得刺激。刚还有个混蛋说我要不要支持彬哥送鸡排，干现在很穷好不好？妈送个屁鸡排！彬哥那时候是打赌要送多少个？其实我一开始说100片，但后来陆陆续有很多人赞助啊，所以叫其他人出啊。所以我跟你讲，拿到我记得累积到1800多片。我靠，拿到手之前不要先许诺下去哦。第一个没有好，第二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以前在高雄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有高雄某名高官新闻局长对吧？新闻局长，他那时候那时候是新闻局长，对，就是才干过人那位，就是这样子。那他经常性的叫他的合作单位呢，就是底下的媒体记者呢，到他办公室这个据说后来王浅秋接那个位置之后，就觉得那个桌子很恶心，不太对劲，好像不止王浅秋啊，是不是我们的断后大将军赵兴兄好像也？赵兴比较后面。对，但他还是坐在那张椅子上，跟用那张办公桌啊，所以大家的怀疑都是会不会？所以我觉得校长，我在那边今天对他真是敬意无穷。人家跟你讲说那里打过炮，你敢去坐那边吗？他敢呢、他真敢呢、你都不怕坐说，干手湿湿的，这什么东西啊？干这里黏黏的，那什么东西？这个事情我不能想象，这满飞机都是国王的 DNA。就你拿那个荧光灯一照，感全机发亮。这个我真这个在这个我们刑事鉴识学上叫金斑。看等等，我们要说不止金斑，血也会有这个反应，因为它是针对不知道蛋白质还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紫外线照上去，所以我们要特别但这次没有记者。这次没有，因为我在 Threads 有看到一个记者说，干你们这些共产党赌到最后，结果只有赌到我们记者。有人说，干我都化好妆了，我要去非洲，我这边第一次去，结果没有。好，但是我不管，我们先不要讲这个椅子如果湿的要怎么办，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这次没有带很多人，所以他们就是一个人去。那林佳龙有没有回来？林佳龙没有，林佳龙也在那边，还在那边啊。对。那林佳龙会跟他一起坐那个座位可能湿的那个飞机到处飞吗？应该，我现在担心的就是那台飞机不能飞了。因为他那个飞机是台湾一折送给你，干你要知恩图报啊。问题是，他只要一起飞就进入别人的空域啊，他怎么飞？而且 manifest 的就是没有对载运的货物诚实申报。是啊。这对各国来讲很忌讳，是啊，这其实是违反航空法。我讲在话，这个嘛好，但没关系。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讲到湿的东西之后，就适可而止。蛋白质这事儿呢，很难解释，我们就不要解释。但我要问一件事情：中华民国空军在这个为什么有空军1号？是因为我们随时在飞机上要跟我们的长白山系统、跟衡山指挥所保持通联，可否请教我族的这个万事通韩冰哥？那他做了一个别人的空军1号，是要如何跟在台海紧急危机、宜兰有地震的天灾人祸状况之下，他要如何收到报告，如何指挥若定呢？据说他们只带了卫星电话。干不是这样子的吧？所以其实那个东西，第一个加密会不会被人家破解就说会不会太客气了？是一定会被破解。是那所以原则上来讲，也就是在赖清德去斯瓦蒂尼的这段期间呢，我们的所有的军事指挥就完全放给副总统。是副总统吗？对，因为总统已经没有办法去，不能事事，对，是不是？干，他太投入了，太令人敬佩了。斌哥已经吃过饭了，所以容我自己这个瞎搞一下。那怎么办呢？也就是那国安会秘书长是吗？是在家里做菜，是不是？正常来讲，没有人会过这种维安跟那个军事指挥通联的这种东西，这违反作业程序啊。所以他们到底有没有做相关的安排，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至少在他飞到斯瓦蒂尼，还有他现在待在斯瓦蒂尼这段期间，我们是没有任何的相关的这个指挥体系可以直接联系到赖清德，没有任何军事等级的指挥联络体系，因为我国的通联系统就是很弱。是啊，那这个我不知道。这到底怎么样？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个空窗期。那老公如果趁这个时候打来，你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呢？就交给萧美琴指挥若定啊！看人家战猫那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国安体系怎么会通过这种事情？因为第一个维安很不方便，
你记不记得老共以前曾经有一个故事是，他们当年要改装一个，不知道是空军1号还是首长1号，就把飞机送回美国去改，好像是747吧。就回来之后，整架拆开，妈装满满的那个窃听器，后来就堵拦了。是啊，后来就没有再做了。那难道我党都不担心这个事情吗？我觉得他们根本不在乎啊。不过反正也无所谓啊，反正赖清德真的也没有掌握什么机密啊。也不是这样说，也没差，也不是这样说啊，这个很危险呢。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赖清德就变成，其实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很顽固人。他就林北就是要去，我管他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去。好，现在他去了，一定的啊。对啊，那问题那怎么回来呢？现在就是国安危机啦。他如果没办法回来怎么办？那真的怎么办啊？老共不会打他的飞机啊，你放心，不会，绝对不会。民航机谁会打？对，但问题是那不是国家的飞机本身有国家的问题。是啊，但是我们的整个指挥系统就乱掉了。那现在就是萧美琴暂代。那请问一下，赖清德到底要在那边待多久？他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回来，如果在那边拖了1个月、2个月怎么办？你看网友马上查了，2002年，中国政府为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订购了一架波音767-300ER 专机。飞机交付中国之后，中国安全人员在机舱内部，包括总统套房、洗手间跟家私装潢中，发现了多达27个极其精密的微型监听设备。这个不稀奇啊，我国不在乎。对啊，赖校长不在乎，我妈给你听。而且其他不用讲哦。首长出巡为什么要有自己的专列或者有自己的专机？是因为你知道北韩那个、当年应该金正恩吧？对，他跑去北京，他住饭店的时候连屎都带回去，是因为他绝对不能有任何就是他的 DNA 留下来。所以他们吃饭也都是用自己的餐具，对，然后吃完都自己收起来。然后甚至喝了水杯什么，他们全部都处理过，自己带回去。前面都算还好，就是卫生，对啊，卫生好。然后他连洗澡那个毛发啊什么，全部他们都会收集起来。干，了不起是啊，因为他绝对不能留下来，因为他怕他 DNA 如果留下，他们就可以去判断很多东西了。对啊，判断你的身体状况啊，判断你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疾病啊，判断你的整个目前是不是快挂啊。但我们校长不在乎，我们校长开诚布公。他可能觉得斯瓦蒂里面有这个技术，给你也不是妈，那一定共产党来偷啊，解放军来偷你大便怎么办？干这个事情，但是我跟你说，斯瓦蒂尼是个贪污很严重的国家。老共如果买通了他们里头人，把你的这些 DNA 那些拿走，对啊，把我们校长宝贵的大便拿走了怎么办？我们要为他的屎担心，好不好？这个事情，干我在吃面了，讲这个东西。不过我跟你讲，赖清德早就被人家拿走了。哦，真的吗？他去中国大陆访问过啊。对吼。但是那时候解放军辛苦了，要一放那么多年。各位，我在吃的是那个关庙面啊，最近。这个母亲节关庙面已经全部都卖完了，但是你另外要再订是很好。然后这个东西呢是信公的猪肉叉烧，正好拿来做。那我吃过，蛮好吃的。对我们有一大堆寄过去，但最近就宾可你的鸡排这个事儿听起来压力很大，而且据说就是5月嘞。对啊，就他们赶快公布，反正。顶多就2000片鸡排嘛，2000片鸡排一片算100，好不好？20万而已啊。没有，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订这个东西订到这个程度，已经可以谈打折了。应该可以。现在妈景气那么差，一下订个2000个鸡排，哪一家店不要做这个案子？对啊，打个9折总可以吧？对。哦。等一下，查理说好奇为什么台湾的邦交国家都他妈是独裁国家，没有一个民主的。也不是啊，也不是啦，因为我们本来有20几个邦交国，只是这几年被干掉太多了，后来就没有嘛。是啊，那这个都要怪阿扁掉6个，蔡英文掉10个，都要怪郭正亮，马英九掉1个，因为郭正亮太常骂台湾的总统了，所以被他骂掉了，好不好？那所以我们在机上是完全断联的。是啊，他睡觉也那不是啊，我是维安，我真不知道怎么保护他。没有办法保护我坐是别人的飞机，而且。最多就是林佳龙事先遣部队查过，但没有办法以前先遣部队，以前马英九到飞碟电台去，第2天早上受访的时候啊，他前一天半夜就要来查这个，然后把门封起来。正常是这样啊。然后早上他们才一早5点来打开门，因为是那谁唐湘龙，但你也知道湘龙哥是一个迟到王，所以后来当天有没有准时到我不知道，但那个是要提前做的。还是说这个什么
君主是民主国家，干君主是民主什么小，所以可以娶10几20个老婆，是不是？是啊，好开心又好。所以苗博雅要洗地，就说他们是君主立宪嘛，对啊。但是问题是，那个国家对他有没有选举制度有，可是国王的权力非常大，国王该干嘛就干嘛。国王每年还要选妃你妈的，你什么叫民主制度？他每年要挑全国的刚成年的少女，然后跑去一个操场，我不知道那个操场是不是台湾帮他盖的，然后要大家都这个赤裸上身，然后他选呢。我们这次还去帮他盖了国际会议中心，又有我就不知道史瓦蒂尼要开什么国际会议，那就问李天怡啊。跟我目前认识最熟史瓦蒂尼的人，大概就李天怡了。他就去弄长颈鹿嘛。那等等，所以维安上面有问题，可是那回程也有问题。是啊，所以现在这个真的很伤脑筋了。我是真心希望他其实已经回来了。他如果没有回来，这真的麻烦大了，因为南非很可能会不让他飞机起飞了。不是很可能啊，你今天如果正常来讲啦，世界各国的元首坐飞机的时候到改呼号，是啊，改呼号就表示我是空军1号，我是 Air Force One， 或者是原来不是这个呼号，当你总统登基的时候，他就要改这个呼号。那你这样子是怎么去？因为你说其他海岛也就算了，去斐济不斐济那个帕劳帛琉，你常常去没关系啊，因为附近全部都是海。是啊，你可以去了，然后再走，甚至你可以叫海quân號去接你，也可以再绕着走一圈。但是这个讲就真的不知道怎么样。但等等。这个我要问，这一定斌哥比我熟，是赖清德是怎么样的个性才会坚持到这个程度？你看他这次很忍哦，他一开始还说：“哎呦，真是的，我们怎么会被打压？真是糟糕，可恶！”咻一下就过去了。对，这就是他。我觉得在他们成长了吗？在他们那一票的人里头，可能会觉得说他这样好棒棒，突破重围，然后我们这外交重大突破。可是问题是，你只是去看一个邦交国。那是我们的邦交，然后我们去我们的邦交国到底有什么突破？我实在是不知道突破在哪里。而且是一个全世界都不承认的邦交国，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跟台湾一样，但史瓦蒂尼的全球承认量好比台湾还要少。对，因为它就是一个250的国家嘛。说真的，那个国家对全世界来讲都不重要。那可是问题是，好吧，你要去就去了。那我觉得赖清德可能觉得自己这样子，你看我突破老共包围，可是他忘了一件事，过去马英九也去过，蔡英文也去过，而且都没发生什么事啊，就这样去了。那为什么到你呢？你去了要搞这一招，用偷渡的？不，我真的觉得奇怪，就是而且中间还闹了一些奇怪的花絮，就是怎么跑去问德国跟捷克领空我们可不可以过？妈的，我飞到欧洲去干什么？不是，这很好笑嘛。你飞德国、捷克到底要干嘛？我猜他本来顺路啊，他本来可能想要去索马利兰啊。对啊，他要去索马利兰，那为什么要绕德国跟捷克？德国跟捷克都不放行哦，就从上面就这样下来啊。就索马利，因为索马利兰在非洲的右上角。对，我们也只剩这几个奇怪的独裁国家。那索马利兰还没有跟我们建交，我在想，他们本来因为他一开始说要去索瓦蒂尼的时候，索马利兰就欢迎赖清德啊，怎么的，搞得很大，然后。我在想，是不是本来他的希望是直接跑去跟索马利兰建交，因为索马利兰全世界只有以色列承认。这个我，但是问题是，我劝赖清德最后不要搞这一招，为什么？因为整个非洲联盟都不承认。没有，因为老共在那边大傻逼嘛，他一带一路已经在那边耕耘很久了，谁叫你歧视？谁叫你歧视人家？来，我今天既然有做那个定场诗，让我念诵给斌哥听，叫。非洲一梦搭救机，老王惯例自家提。将军线头金四座，蜀王起兵站乖乖。300公尺红地毯，那个男人正开斋。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被迫要把很多不相干人通通拉起来。来，这个我要先讲这个今天的剧本要特别讲。老王讲说，有 ATA arrive then announce。好。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问一下斌哥，请问他之前为什么会搞到捷克跟那个德国不但拒绝通过领空，而且还被 Bloomberg 报道出来？我觉得就是他们赌蓝，因为呢，他们当初这样去，据说只给人家2个小时的时间，就要人家决定不是，看我们什么时候这么是啊，这么秋条了，就是
这个像兵哥是我们长辈，对不对？我说，哎，兵哥，我告诉你妈，限你2小时之内，告诉我说今天要不要来通告，干，那我邀到通告，妈，我在地上滚，这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次赖清德可能是什么，你知道？他不是一直在宣传台美关系史上最佳吗？是啊。所以其实你要知道，其实美国跟英国对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都有影响力了。那他们为什么会不让我们过去？所以这个就是来讲不该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美国可能为了就是川习会的关系，所以他们故意连这也不给哦。对，然后所以我赖清德那边就 key 赌完想说，好，你美国不给，那我来试德国跟捷克，就德国捷克也不给。然后结果后来那他妈为什么不去问北欧嘞？奇怪，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就问北极好了。说妈，圣诞老公公，我可不可以经过你领空？那就问格陵兰嘛。格陵兰现在跟美国关系不好，说我可不可以经过你领空？不就没有关系呀？对啊，我真的觉得这到底在干嘛？我想不通。是这样子去，实际上这不叫外交突破，这叫得罪人。你反而让台湾得罪了德国，得罪了捷克，对，也就是你的布伦伯格爆出来就是故意的，就是故意要修理你，很明显啊。所以这哪是在做外交，这根本就是在破坏外交。然后前2天他们又报了一个新闻，说有一个比台湾大11倍的国家，然后总统来台湾，外交重大突破，难得不报白虾了。是啊，干有一阵子报白虾，然后又报马绍尔群岛，但马绍尔群岛被核弹炸60几次，然后你还觉得吃炸鱼好棒棒。那是，请问那是哪一个国家呢？巴拉圭。哎呀，巴拉圭牛肉听说不错。是，那问题是巴拉圭就是我们的邦交国，他常常来台湾呢。对啊，那为什么又要再讲一遍呢？那为什么叫外交突破？突破在哪里？没有突破啊。对啊，就他人来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到底怎么了？而且世人都知道他来干什么，他来要钱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不对，还是要很多钱。是啊，你像我们这样讲，捷克这事儿呢，我们有特别查过。当年捷克的议长不是说妈他来台湾演讲吗？干今天我是台湾人，是啊，然后讲了妈全部人都觉得好棒，原来捷克是我们自己人。讲到最后呢，今天我们要捷克过境，过不了啊，直接拒绝。啊，而且那个议长他是在台湾讲我是台湾人啊，他回到捷克马上就讲一个中国。哎呦，这还不错，但还没完，因为那个人呢。那个叫杰什么什么小什么希尔什么东西，名字记不得。他说他后来整个党失去执政地位，是啊，就是他这样讲一次很开心，然后被制裁，然后又再见，他又变成台湾人，现在又不是台湾人了，这到底是要怎么样呢？所以我就觉得很多外交就是常年就资深的外交官看到民进党这样乱搞，其实都在摇头。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在帮台湾拓展外交，我们都知道，在国际上老共在打压我们没有错，但是很多国家我们是跟他有发展实质的外交关系的。那你就算没有办法互相设死结，没有办法获得对方承认，至少在实质的外交关系上可以帮助我们的商人啊，帮助我们的这些公民啊。结果你现在根本到处在破坏台湾的对外关系，你搞得这些国家看到你都很堵来。因为这做了一次之后，后面就没有办法再做了。是啊，你想看。这个金蝉脱壳之际，没办法一骗再骗吧？是啊，下一次任何飞机只要从台湾飞回来，对方都会问说：“请问机上贵机载运的货物里面是否有包含台湾土产？”是啊，赖校长一枚，有的话他就说啊不行哦，没有事先申报哦，我们要做检疫相关的工作。但你这样骗就做一次而已，一次就没有嘞。所以这就是我担心的，就是他们这样玩。那请问一下，以后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美国一些参议员包专机来台湾嘛，那以后专机要走之前，人家会不会先查机啊？看莱尔有没有躲在上面？干也不是这样讲，他妈他下次可以用顺丰快递啊，顺丰快递很开心，好不好？不，我的意思说，我这几天还有看到一些青鸟说，哎呀，这我清楚我们的外交人员很辛苦，那所以我个人深深知道背后的艰辛所在。我想他妈鬼嘞！干你出这种阴招，这个阴招是绝子绝孙的阴招。所谓的绝子绝孙，不是说校长后来怎么样，而是下一次不能再用啊！你绝招就只能用这一次，你一辈子，你只要还当台湾总统，甚至连后面的台湾总统都不能用这一招，请问干，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顺丰快递不能寄动物，好不好？干，我没有跟你研究那么深。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可以搭人家便机的话，那顺丰快递也可以
来个集运嘛，有没有？就把吴钊燮跟林佳龙，然后一起集运就寄出去，这也很省钱呐、啊。现在假设就用做那种 DHL， 然后呢？就说要送一些那个珍稀动物去美国展览，对，就顺便华盛顿公约哦。看，其他不用讲，那个小英那时候还走私香烟呢，啊、现在我们走私人，干吓坏了吧？我们外交体系用这种手法，我真心不知道妈你是猪油蒙了心是不是？你跟我讲说这个方法很好，很令人体谅，非常的感动嘛。不是你好歹是一国元首，做到这种程度会不会太夸张？不是他这个东西夸张也就算了，校长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就他做人家的空中行宫，觉得摸到湿也没关系。但是你去了之后，你就知道这阴招就跟空城计一样。是啊，下一次你他妈再搞空城计，妈司马懿就直接走进来说：“干你啊，7-11在哪？我要吃茶叶蛋。”然后就发现，其实还真是没有人，所以既然没有人，我就打了。这不是 ATA 模式，是我们的王定宇才能讲的，你其他人没有资格。人家美国的 ATA 模式是因为他要去占地，或是他要去某一些比较敏感的地方，而且他还是搭他自己的空军1号专机啊，他有自己的专机。那什么，每次来台湾，在参议员的那个航空中心什么40，是啊，我们都知道，他就专飞美国本土，然后飞到那个关岛的。什么空军基地，然后再从那边转飞台湾，那个大家都知道，你有在看那个航空讯号都知道，但就是要用公家专机啊。是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希望他能够顺利回来，因为不然的话，这个真的是难看到。不是，等等，我跟你讲，但是有一些青鸟，那个 Keep the Face 88，我下午有遇到一个网友，他跟我打招呼，我说我正在背蜂蜜要回家，他说好，我知道，你看他现在来。留言了，等等，你看什么？你们在高兴什么？干很好笑啊！你他妈坐人家便机去了之后不一定回得来，干你是不是没脑？你不知道你国家的元首做了非国家安全可以掌控的他国领土，因为机上领土视同史瓦蒂尼领土，你是没有治外法权的，你懂不懂？如果对方的空务员扁你一拳。你没办法讲说干我是总统安全人要抓他干是没读书是吧？不是我真的觉得，难道你们觉得这样去很有面子吗？是这样是正常的吗？你知道卓荣泰讲最好笑，卓荣泰说这还会成为以后我们外交突破的典范。干你最好有第二次，你妈的我才不信你有第二次真是的。查理说，现在先进国家宠物都已经不走私。我跟你讲，可以报那个叫做 comfort animal， 就是那是安慰我情绪的。动物，那这个才是一个奇妙的状况。前2天不是有一个我们台湾人在泰国身上绑了30几只龟，然后这样子骑进来，这了不起那叫那个女的把中分龟绑在身上，看能不能干你讲中分龟大逆不道斌哥，中分龟这个东西很危险的。但我这样讲，我刚把数字讲清楚。我们卖给他们的原生机先编号叫做 B18802，是2001年出厂的 Airbus A340-300，那一架当年买要$2亿，买了14年之后，华航的表面逻辑是说这4引擎飞机太老太耗油，要卖给史瓦蒂尼，一卖个新台币4亿元。他妈比一户逃出引援还要便宜逃出引援一户要5亿元，他只卖4亿元斌哥，这个当年为什么2015年是谁在任没有，其实是蔡英文的时期，蔡英文时期送的。那蔡英文是送那么开心的？2018哦，对，好，对啊，那是0.66折对啊，就是而且我根本认为这4亿元也是我们出的就是我们在自己垫付啦，对，自己垫付，然后再帮他说是贷款，而且还帮他改装，对啊，你整个改装应该都是我们出的钱。那真是去包机费、油钱、机师费，1毛钱都跑不掉。甚至我直接讲，那个议长来台湾的油费、飞机费，应该都是我们出的，都是台湾出的。对啊，这个很正常啦。然后我们这次去还跟他们签了一个协议嘛。什么协议？就是什么双方之间的什么贸易合作协议啊，什么挖沟的。其实老实讲，根本没有必要跟他签协议，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他
一整年的贸易额只有$650万啊，这么少，没有算上买那个买长颈鹿的钱吗？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跟他也不用签什么贸易，就是他要什么我们送他什么我们就送嘛，对啊，就是这样送嘛，没关系，我们送得起啊，台湾很有钱，是不是？那这个不是我跟你讲，那不是非洲国家飞机，那是台湾送的，0.66折送，就跟我之前去查。立陶宛有好几个议员来台湾，都是台湾全程付钱。当然全程付钱哦。他在台湾做5星级饭店，他有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我不知道。然后机票什么东西都是台湾出的，因为立陶宛有反对党，他不像台湾的反对党一样常常捡枪自己轰头。他有查完之后，国家的通讯社跟电视台有报道说，不好意思，都台湾出的呢。是啊。那你说其他先进民主国家不干这种事情，那？所以我觉得很荒谬啦。来，但是等等，为什么我们的标题写韩国瑜躺赢呢？彬哥，为什么在这个新闻里面，我们刚刚讲说，哎呀，校长现在的状况很不乐观的，不知道回不回得来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叫先租后售，对不对？就是我等于租给你了，说是卖给你，但我等于租给你，但我需要的时候麻烦开车来接我。是啊，这个有点类似那个 Robo Taxi， 是不是？来，等等，那我要讲这个是去程搭了一个2手的华航专机，回不来呀。那好，回不来是什么问题呢？来，因为史瓦蒂尼国王没办法把专机送你回台湾再飞过来，这架飞机是让你搭个便车载你过去。那 SHO 国际机场就是他们国家国际机场，叫做MS Wadi 3世国王国际机场。那只飞南非跟辛巴威，没有飞回亚洲的航线。是，他没有，所以只能用专机飞咯。是，那抱歉，南非、辛巴威全部都是老共的邦交国。那而且来，我特别查了一下，要从 SHO， 因为所有机场都是3个字的缩写。是 SHO 直飞 TPE 松山机场。必须是 non-stop 直航，是中间飞行路径要横跨整个印度洋。是，那请问彬哥，这个印度洋中间有没有任何一个是我们的邦交国？没有，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我们唯一比较有机会的停泊的地点就是那个 Diego Garcia 那是美国的空军基地，不是海军基地，美国的基地，但是美国不知道愿不愿意让你停，这个我就不晓得。多半是不愿意。但等等，那这样问。那我们之前就讲过啦，其实台湾的扫雷艇根本开不到荷姆兹海峡，然后我们连磐石舰都开去，差不多回来，然后油就全部用完了。是啊，那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个是可行的嘞？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邦交国，其实以前我们大部分是飞杜拜再转过去，以前都是这样。那现在呢？因为大概是考虑到杜拜那边有可能成为战区，所以比较危险。不是有可能，现在根本就是战区啊！他乱炸你的东西。机器人来的时候，我刚微信抖了88.88元。最近有搬朱大的一些视频到 B 站机器人广场，太平人那期在 B 站播放已破10万，共同进步。欢迎朱大跟海滨哥到深圳。我昨天讲800壮士那一期，你也可以搬过去，好不好？我授权你搬，让更多人看到。航线要事先申请就不会过关。是啊，所以你现在基本上大概。他那艘飞机，那架飞机已经被盯上，你大概申请什么航线都不会过，因为他就是那个飞机有一个编号，已经没有办法改了。那他有办法做到南非再从南非出境吗？但他没有，因为他在南非没有入境的那个没有哦。对啊，南非会让他入境吗？南非要办 visa 好吧？以前如果是外交人员要外交特许，现在都没有。是啊，所以这个他到底要怎么回来，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我要讲，这个全程有9000多公里。是啊，9000多公里，基本上快要到一个航程的极限，是你10几个小时不能落地。基本上我们的黑人驾驶员，没有歧视意思哦，因为这次甚至不是我们的空军军官飞，因为那是人家的飞机。是啊，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的总统出访是坐人家的飞机，用人家的飞行员。你连他会不会有没有酗酒，有没有吸毒，有没有被中共吸收都不知道，但我们还是去了。校长真正有。没有，我跟你讲，有很多人说派海鲲号没有办法，你知道，因为斯瓦蒂尼是内陆国，海鲲号到不了。海鲲号到不了。那怎么办呢？来，我这样讲，万一它中间机械故障，
如果嘛有一架歼15或者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老共的飞机在旁边跟拍干扰，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所以这真的，我觉得，老实讲啦，这个国安幕僚该打屁股，因为你其实是在让总统陷入危险的境界。我讲实在话，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因为中间变数实在太多，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现在到底要怎么回来也不知道。那伊朗帮忙一下，伊朗跟老公交情好的不得了。那可能绝无可能是你哦。不然要求助红十字会，对不对？是啊。等，不要，因为我跟你讲，现在青鸟们在网络上已经开始讨论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千万要保护好萧美琴。是啊，美琴的副总统的职务变得格外重要啊。那怎么搞的呢？彬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是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啊。斯瓦蒂尼有重要到一定要让总统冒这个险吗？不是，就是变成总统。实际上现在是不能事事，是啊，就是他没有办法决定国内政务。然后如果老共呢跟南非做一个附近的通讯阻断，那就没有了。是啊，没有了。所以如果他真的长时间滞留在那边不能回来，那萧美琴就要完全代理起总统职务啊。对啊，完全代理哦，因为这个网友引用了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2条。总统、副总统居缺位时，由行政院长卓荣泰代行职权3个月。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定要誓死保护好这个萧美琴，因为万一他有一个什么万一呢？卓荣泰代行3个月，但代行3个月之后要怎么办？不行啊，你还是要代行，要选出哦，要选出等等，这个我要念一下，因为今天我在看那个报道，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我他妈吓我屁滚尿流。他说，代行3个月，就是他要暂时暂代职务。如果我们2个总统都不能，2个总统、副总统不能逝世，然后这个文章网友是说接下来由立法院选出来，等等，他的法律不精准，实际上宪法是写补选要全民直选，是。那问题是几个问题。第一个，3个月内办的一场全国大选嘛，要选举公告、候选人登记、政见发表会、投开票。这位网友其实抓到一个关键的政治现实：卓荣泰代理会结束，因为他只能3个月。到补选新总统就任之前，会出现一段宪政空窗期呀。空窗期，谁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呢？萧美琴啊，没有，萧美琴如果也不在呢？萧美琴如果也不在，那就是卓荣泰啊。卓荣泰也只能待3个月啊。是啊，3个月之后就是国会议长啊。那是国会议长是谁？就是韩国瑜啊。韩国瑜，各位，青鸟最害怕的梦魇，韩国瑜竟然已经越来越接近总统的位置啊！有没有吓坏了你？我跟你讲，青鸟真的吓坏了。我坦白讲。他贴那一篇，简直哭了屁滚尿流。他说：“各位，我们一定要尽全力保护战猫萧美琴，因为韩国瑜已经离监狱越来越近啦。”这个是什么状况啊？这个，各位你们不要这样讲，那个男人呐，这个真正这个网友真的很害怕。他说：“中华民国总统会在3个月后变成韩国瑜。”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民进党现在面临了一个绝命危机，他们必须要用尽一切力量保护萧美琴。萧美琴现在不是副总统，她是挡在韩国瑜跟总统府之前的唯一一道防线。那我知道老共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怎么搞的？老共现在应该赶快去跟洪都拉斯商量，说洪都拉斯要跟台湾复交。然后叫邀请萧美琴过去。那不要这样，空城计一次诱走了我们的正副元首。这个东西叫指定幸存者，你知道？台湾的指定幸存者没有像美国一样，美国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影集吗？一路排到40几位的那个什么农业部长，后来全死光了，结果就剩他。萧美琴如果也没有了，不能逝世的话，第一个就是卓荣泰代行3个月。然后要在他3个月之内，如果办得了选举的话，就办；办不了选举，就是韩国瑜。是啊，各位，是不是？各位，你们如果这么快就放弃了校长，我觉得你们不够忠诚哦。这些青鸟是不是有问题？怎么办？
对啊，所以怎么办？我跟你讲，我还没有想那么远呢。我今天本来就要做啥啦，我就笑一笑那个空中行宫啊，会不会有很多蛋白质？以民进党这种乱搞的情况，你认为他会遵守3个月吗？搞不好总统太一代立刻宣布戒严。干戒严呢？我跟你讲，最近我看到很多青鸟幻想，妈他还说，如果那个蓝白就是蒋万安选赢的话，他会马上宣布戒严，然后就引解放军入关。我想说，干台北市长什么时候可以宣布戒严？你他妈是不是宪法没读好？这真的是，而且他已经当了台北市长这么久，他怎么没宣布戒严？对啊，这个我跟你讲，真的哦。讲错了，指定幸存者的主角是美国住宅及都市发展部部长。这个什么，这不是我扯远了。你网友说这话题扯远了，不可能。干是我写的吗？是吗？有个青鸟写的，我特别把它截图。我说干这怎么小？妈，你真心，他真心很害怕，他们真心很害怕，不是开玩笑的，是真的很害怕的。我们不是说校长人在非洲挂了，等一下。固安作战计划的概念就是要往最坏想定走。是啊，你必须要把一切不可能发生的事都要设想到。对啊，而且对岸来讲，干这个网友真的很鸡巴，你小心回去被习近平打屁股。他说中国上次发生这种事情是靖康耻，是2胜被金人压到北边去的时候的状况。你看看那样子搞到妈岳飞都要被宰800里加急把朱仙镇18道金牌把他送回来啊，所以这不是靖康耻啊，没有了，还好，而且还好。我这样讲，我们就瞎讲一下吧，好吧？我没有说校长会怎么样哦，好，我没有说校长怎么样啊，我只是说，万一假设，请问彬哥，那是不是后面要办补选的时候会有个宪政空窗期？会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来讲，宪政空窗期要怎么办？正常就是按照顺位填补嘛。你按照顺位填补的话，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然后没有人出什么怪招的话，那按照顺位玩就是韩国瑜当代理总统。代理总统，对啊。那代理总统可不可以选总统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对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就是他一样有参选。换句话说，如果以目前的状况，有60%的民意是支持在野党的话，再选一次总统，很有可能校长的职务会有危险。是有可能啊，对啊，因为他现在支持度并没有很高。对啊，至少没有过半，所以他就是有问题啊。所以那他如果这样子，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呢？搞到妈青鸟吓了半死干这我发誓，那个东西如果是我写的，他妈我走出去被车撞死，真心不是，就是一个青鸟在那边打。各位，我们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保护好。这个韩国瑜现在越来越离总统府越来越近了，干他不会走路过去哦，奇怪了，立法院院长本来就过去啊。所以我会觉得，我不知道赖清德在做这些考量的时候，他有没有获得哪一方的保证？是不是美方要给他一个什么保证？美方保证什么东西？保证？那美方现在都说，我不好意思哦，保证让他能够回来，不需要国会通过了。我觉得我跟伊朗的敌对状况已经结束了，我们仗打完了，所以国会不用通过。干这保证能够当饭吃，是吧？是啊，所以我就觉得很诡异啊，因为这个是非常冒险的一个举动，那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回来啦。因为这样子，我们堂堂一个总统被困在非洲，不是我们现在找不到办法让他回来。我也很想，各位，我妈最尊敬校长，我之后还有好几集是专门帮校长出口气的。我还有回去研究当年那个蔡英文如何联合网军要把校长干掉，然后我还去研究了为什么校长后来只能找那个彭斯跟 Pompeo， 因为蔡英文帮他把那个共和党路全断光了，所以导致校长没有人可以接口。好，等等，这个我们要这样讲，我没有要这样操作哦，你他妈是你自己弄的，请青鸟不要害怕，我个人也很害怕韩国瑜。但彬哥，为什么韩国瑜最近人在家中坐，各种祸从天上来？他最近明明就很得体，也没有怎么样，然后就在那边调和顶耐，调来调去。那怎么好像大家就忽然想起来，又有韩国瑜这件事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之前韩国瑜有表态嘛，说希望是不是这个总预算案啊，还有这个国防特别条例就不要再挡了，让它进入实质讨论。因为如果再持续拖下去的话，他认为会影响到年底的选情。他就这样讲而已嘛。但他也没有很坚持说你妈不过我跟你杀全家什么东西，没那么严重啊。但是很多人就认为说，
韩国瑜也是支持8000亿版本的嘛，然后就认为说你这样跟党中央版不合啊，因为党中央要的是3800加安嘛。那所以纪凌莲据说那天纪凌莲是完全失控，也就是据说他本来要骂的是林涛跟徐小新。但失控是喝酒了，是不是？而且林涛跟徐小新2个人还彼此敌对，是啊，妈一个是猪系的，一个是自走炮系的，这2个还彼此看不爽。是，然后结果就连带的把韩国瑜一起骂进去，然后结果就捅了马蜂窝。那我有问郑丽文啊，那郑丽文是跟我说，他本来是因为我在直播里有讲说，不管怎么样，郑丽文就是要担，因为他是你的副主席，而且他在现场。是啊。他妈，你最好把一桶水泼在他脸上，都情有可原，没有阻止嘛，好不好？对啊。然后结果呢，郑丽文就赖给我说，他事前完全不知道这个纪凌莲要讲这些东西。不是，让他开口你就知道，不能让他往下讲啊。那我说，可是没办法啊，因为就是党中央在开会之前有通知媒体记者要留下来说。副主席怎么样？副主席有话要演讲，有话要讲。这他妈哪个2逼干？是，所以不能控制，还要叫大家留下来拍。然后郑丽文就回去查，他说他发现是开会之前，纪凌莲去跟文传会的人讲，叫文传会的人去跟记者讲。啊，文传会现在不是那个跟谁在那个停车场那个？哎，干我怎么都记得这种烂事啊？斌哥，难怪我人缘这么坏，妈干都是我混账，我刚没讲。那所以。是真有人交代说，我干，等一下有精彩的，大家一定要留下来。我纪凌莲要公子送头啊！我要以身入局，我要让全台湾的人，除了赵少康之外，都来骂我一个人。是，所以我就觉得，当然郑丽文是跟我讲说，他事前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他根本就不知道纪凌莲要讲话。那阿干，那等等，尹乃菁不会跟主席讲哦？尹乃菁说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就是乃菁跟我讲的是说，他只知道纪凌莲要讲话，他不知道纪凌莲要讲这个。那你不能随便假传圣旨嘛，你不能这样讲。傅昆萁有拉，但拉不住。干傅昆萁那么壮，他整个人扑上去，妈纪凌莲搞不好被他撞死，好不好？你说拉不住，这个不知道。等等，好，何小 BB 这个斌哥有访问，何小 BB 说他听到的是。傅昆萁拉的季叫不要讲了，叫正说让季继续讲，到底哪个版本正确？2个都正确，就是傅确实有拉季叫他不要讲，可是傅季不理他，季说你就让我继续讲，然后结果郑丽文大概觉得泼他一杯水不就好？郑丽文大家都没有，郑丽文大概觉得双方这样拉扯很难看，就是说让他继续讲就是这样。那就这样子啊！我先念个抖内哦。还是忘说校长学工位的嘛，留下来去教史瓦蒂尼如何把26%的艾滋罹患率降到25%。可是我们的校长很多年前一句名言就是，艾滋病的主因是同性恋。那难怪史瓦蒂尼国王要娶那么多的妃子，他要垄断同性恋的机会，好不好？也是不是的？来，玩出去谢你抖内子祥说5月19日总统弹劾案之前，校长回来吗？这个我真的不确定，但我个人是觉得总统弹劾案根本不会成啊！你想啊，根本想也不要想，当初就不知道谁在那边弄，还有人来问我说不会成的，你那边乱怎么乱？然后，但是他如果抖内，我就会帮他讲，但是他没有抖内。好，这个子祥问了问题，乙一说不如打断个什么东西就申请医疗专机。干大逆不道啊！怎么可以对我们校长龙体有所觊觎呢？没有，不准打断，你要打断就打林佳龙的。什么东西打断，好不好？来，还是忘说那个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圣露西亚，好歹也是民主国家，干真假的，我都不知道。是民主国家没错。好，尤里说韩粉报道，他是那个韩冰哥的韩，然后这个 Leon David， 谢谢你的抖内，他抖47块说。台湾总统可以走后门，都别人的国家嘛，有尊严吗？是不是副总统安排，方便自己上位为总统？我不知道因为坦白讲，史瓦蒂尼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台湾最了解史瓦蒂尼的，除了三立之外，可能没有别的单位，这我不知道怎么安排。但是这一次一个记者都没有去哦，一个记者都没有去，好不好？这个邱小姐，你看我们现在就有一些网友觉得妈自己了不起，自己认识这个郑丽文，认识吗？韩国瑜，他说没有是。郑丽文现场有证据显示，哎，好，你乖啊，回家去啊，找个地方睡个觉，好不好？这个就随便你了。来，
这个 Leon David 说这个他怀疑是萧美琴。查理说，抖个太阳是用意大利面做的，祝2位老爸爸连假快乐，身体都平安健康。By the way，黑熊长得很丑，等一下会讨论到，因为在台北市呢，最近又出现了一个台北鼠王鼠叔要讲话来。坏掉老9说，血晶中的血红素对特定波长的光线，特别是蓝光或紫外线区间，有强烈的吸收作用。在紫外线灯下，血晶会呈现暗色或黑色的色斑，精液会吸收高能量的紫外光，随后激发释出能量较低、波长较长的蓝色或黄绿色荧光。但在飞机上清理比较麻烦，可能都进口居多，所以人口那么少。人口稀少，因为进口居多。阿群说，好久没及时上线就能参与蛋白质这么健康的议题，蛋白质谁约不宜是好议题。那个 Ethan 说，所以校长到底要怎么回台湾？讨论不出来，不知道。我们刚才在撸了半天，讲不出来。乙说好复古哦，不但有回头接野鸡车，还有回头航运野鸡航空。这个 Irene Love Snow 说 You have a funny president。这个坏掉龙9车，请支持超市提篮单人阿鲁巴老朱宾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朱祝福打气，谢谢。这题我知道，直接把人用替身换掉。这个 G.I. 就杀手47跟好莱坞游戏都有演。帮蓝色旋风为民国军魂点赞，补抖一下。昨天替兵哥加油。我昨天讲800壮士，西伦金正恩说是很临时的行程吗？老共跟老美情报网怎么可能没发现？还是大家都知道，只是在演戏？奥斯卡说兵哥朱大晚安，请问兵哥下星期的直播是我全部暂停？没有，我礼拜3的暂停，礼拜1、礼拜2的还会有。好，那就是兵哥稍稍休息一下。好，来，但我讲说，那纪凌莲到底为什么要讲那个东西？纪凌莲他就是认为要贯彻党中央的意志，他认为3800亿加 N 才是正确的。好，你们其他那些都是亲美派，都是这个美国人说什么你们就听什么，所以他坚持要3800亿加 N。那他觉得韩国瑜怎么会去支持8000亿这个东西，所以他就噼里啪啦就讲出来。他就议长嘛，他议长要假装一下，老韩假装很像。所以我觉得。不管，我们先不要管3800亿跟8000亿到底谁对谁错。我只问一件事，请问一下就是国民党内都没有任何基本的沟通机制吗？对啊，不能私下讲啊。对啊，你私下去找韩国，你跟韩国瑜，你不是说40多年战友，你为什么不私底下去找他讲？对，你这样子公开讲了，那不就是让党内的纷争公开曝光吗？对不对？所以我真的觉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做，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那很多人说这就是郑丽文受益的。那老实讲，如果这真的是郑丽文受益，那郑丽文就是蠢到家。对，因为没赚头啊。是啊，因为这个对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啊，那可能会有好处。难道他这样噼里啪啦这样讲了之后，就能够把韩国瑜干掉吗？然后就能够把卢秀燕干掉吗？不可能嘛，他连把自己干掉都做不到。是啊，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不太相信这是郑丽文的主意。我宁愿相信这一次就是一个擦枪走火。但是不管怎么样，郑丽文还是要负责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就是这样入席了。他责无旁贷啊，所以这些事情我建议他们赶快私底下去接触，整合起来。其实哪一个版本都无所谓，就是你们国民党有一个统一的版本就好了。对，我们外人其实不管，干我们屁事。就赵刚又这边讲说，干谁是引武者还是什么东西的，干这个，我觉得妈这些旁边吃瓜群众真的很狠是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郑丽文现在不会有想要干掉韩国瑜的心思，我不觉得他会想到这么远。今年年底选举如果选得不好，他党主席就再见了。还想到去干掉韩国瑜、卢秀燕，会不会想太多？我先讲，我跟你讲，台湾现在呢，小弟现在不太谈政治，但是我学到一件事情，你自己去查。你说那个谁整天造谣，你说谁讲了什么话，去查他金流。他是拿谁的钱，他就会讲什么话。你照了这个事情去推，就知道背后谁在操作。那我们再多讲也没有意思，不然到时候妈又被搞干。兵哥还那个曹兴诚现在还在上诉的吧？没有，他已经定谳了，因为他后来有申请复议，结果复议被驳回了，那就没有了。所以就没有了。我教大家，你觉得谁在那边乱喷，你要看他背后是谁给钱嘛。谁给钱叫他乱喷，所以他叫乱喷啊！这些人都是新台币养的狗啦，你去看清楚了。以前我们都查过，都知道他拿了谁的钱，谁受益，他把这个局再搅乱一点，他自然就要搅乱，好不好？
我只能说啦，就是党内其实就是派系斗争，这是非常摆明的。我直接讲，有人就是要干掉郑丽文的，甚至我听到的说法是，就算今年年底搞输，也在所不惜。就他宁与外人不与家奴啦。是啊，那他们甚至现在一个逻辑是什么？反正会台湾选举有钟摆效应嘛，你2026输了，2028才会赢。在狗屁妈干，这都是屎！你连现在手边的赢都拿不到，你他妈期待2年之后要输了？干，以校长的个性，他妈把你抓走了嘞！是啊，你看吕理师，我跟你讲，小舰长，我个人觉得他真的很勇，因为小舰长这样搞，以中华民国的赖校长现在的个性，是真的会把你抓去，他给你来一个羁押，你他妈就搞不定了。James Chen 说斗内支持合体，还有刚妈有一个智障说干你娘啊，什么大陆网友问的问题就不回答吗？操你妈没斗内啊！你没抖内妈哟，我怎么回答？干拿钱来好不好？但我要讲，小舰长真的超勇，他这个，我真心替他担心，他很危险。我觉得他就算不被抓，他的退休俸大概也保不住。其实没关系，他去对岸可以赚更多。但是我的意思说，他其实没想过，他认为的国际礼仪跟跨军种的礼仪，对民进党、对绿营这些不读书，徐思俭以前还是一个学者嘞，他妈现在跟你讲说，800是把这个国军跟八路军放在一起降格，太可恶了，统战。我想说你800里头哪有这个？对，都没有800里面没有八路军哎，对啊，根本没演这个东西啊。什么叫做斯文扫地？就是这个样子啊，他跟那个黄姓媒体人的斯文洗地那个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扫地啊。那个吕远更低级，吕远说，人家问他，那你对800的评价是什么？就他说我根本不会去看，然后因为中国的都有那种特殊意识形态，所以我根本不想看。但是呢，因为怎么样，所以他觉得不应该看这个东西。那你没看，你讲个屁！对啊，你连看都没看过，你就可以评论了，真厉害。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民进党最擅长。我这彻底这样讲，我昨天不想要浪费时间讲徐思俭。徐思俭以前是外交部的人操你妈！一个外交部的专长，国际关系专长，丢去当国防部的次长，这在干屁？这摆明就是他要专业来洗地的。是啊，那洗地你听个屁！洗地你听个屁！妈的，这个事情就不要多说了，好不好？那所以等等，但是我的意思说，其实我很好奇我说过，之前有网友说，朱学仁怎么又谈政治了？你不是说都已经看到结局吗？对，我已经看到结局了，而且这个结局没有变，所以我现在讲的都是用笑的，我他妈才不认真给你评论，才不认真押宝什么东西。我想问一下，70年到底为什么说他代表这个黄复兴党部？黄复兴有投票决定吗？没有啊。对啊，这就好笑的就是，其实黄复兴党部已经消失了。黄复兴党部已经打散进入各地方党部当副主委。郑丽文也是自业自得啦，他说要把他们再收回来，好不好？这个也不是说没有他的锅，但是听起来就不对劲儿。那纪凌年大概是觉得自己是副主席，所以呢，他可以号召黄复兴党部。但是问题是，你认为你代表黄复兴党部，但是黄复兴党部人认为你有办法代表他们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没有黄复兴现在已经没有那么中党爱国，尤其没有那么忠于纪凌年的了。是啊，所以我觉得纪凌年自己有点过头了。那我是觉得，不管有什么主张，国民党可不可以至少关起门来，自己人在里头讲，而不是要用这种隔空放话的方式。你们这样讲的，其实不管你说的是对还是错，请问一下，这对国民党到底有什么好处？没有帮助啊。对啊，然后你隔空放话，请问一下能改变什么？只是让大家更堵然而已，不是吗？只是让整个对立更激化。所以我都觉得季将军你也活到快80岁了，是不是可以做事情稍微圆融一点啊？他活到快80岁了。对啊，看起来我以为他比80岁更老啊。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就私底下去谈嘛，大家有什么意见去沟通嘛，不是都同一个政党的吗？对啊，为什么他不私下沟通呢？我就不懂啊。副主席什么了不起？你前主席还准备送副主席去关呢？是啊，去问问妈那个下巴长胡子那叫什么啊？萧旭晨啊，哎呀，不好意思，对啊。所以真的，你说赵少康他有不同意见，因为他是就是一个党员而已，他是媒体人，所以他要放什么你可能管不了他。可是你们都是党的干部，你们是不是应该自己私底下去讲？
这不是才对啊？赵少康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然后现在变成什么？变成党中央跟赵少康两个在隔空互呛。那请问一下，这样在干嘛？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郑丽文那个尹乃菁，你们明明跟赵少康好的不得了，然后现在这样子，到底在干嘛？是哪方面的好啊？对啊，你有什么八卦吗？不是我老实讲啊，我就直接讲啊，就是他们认为郑丽文当党主席很危险。就是他们，那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干你当初不是说你妈要出来选党主席，你没选啊？对，我就觉得你当初还选副总统结果妈那什么烂得票。所以我就问一件事啊，那如果你们真的这么担心郑丽文，那当初为什么自己不出来选？对啊，我觉得你出来选就没事啊，你又那么推来推去，有没有？哎呀，如果他出来我就不选，如果他出来了，结果我就不选，他不出来呢我就选，就选来选去，搞到最后2天出来，干郝龙斌以为妈都是你的，是不是？你以为一切都你，我们就心甘情愿？我觉得啦，这边我补一下东西，就是现在的蓝营的长辈呢，真的第一真的很讨厌美国，第二真的很讨厌国民党。那但是他又没有办法过去到那个白营那边，因为柯文哲3天2头把你往外推，那搞到最后呢就变这个样子啊，这怎么办呢？不知道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郑丽文就是选上了嘛，他就是现任党主席。你可以骂他，可以批评他，这些东西都 OK。反正他自己过去也常骂人，可是至少党要在内部至少显示一个团结，不要老是给人家见缝插针嘛。你们搞这个干嘛呢？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是怕什么，你知道？因为郑丽文连续几次看起来本来要糟的局面，后来都转好。所以他们现在在怕郑丽文是不是有天命？因为他们最怕的是郑丽文要选2028。妈鸡，这怎么小啊？干这些人是什么？妈的，是大清帝国的末年是吧？我相信哇，这有天命，这个10人1只眼，一挖黄河天下反。这个白莲教要出生，白莲下凡，万民翻身呐！干这什么年代了啦？哎，真心有这样讲。我听说谣传这个蓝营内部还有一些人在搞邪教，他也要说某某人。我之后再跟你讲，他是说某某人是机身，说妈有关公附体，机身不得了了。我还认识写机身的那个作家。但等等扯远 ，Netflix 拍蛮好看，各位有空可以去看。那怎么搞的？干嘛要这样子斗啊？没意思，也没人获利。我这边稍稍讲一下，我在问斌哥的意思，就是干纪凌莲了不起妈的，公子线头就是原来国民党一盘散沙，纪凌莲一出来之后，全部的人围攻党中央，他妈有党副主席做到这样子，连那个谁林嘉欣都出来说，副主席这样是嫌人党中央被打得不够，是不是？那我们发动攻击吧！干，这是到底在干嘛？所以这真的是很没必要，但是发生就发生了。那当然，现在赵少康炮打纪凌莲要他下台嘛。那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副主席根本不重要啊，下屁台。这是要叫纪凌莲下台吗？不是，这是叫郑丽文下台。其实很明显的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摆明的就是这样啊，对啊。那不然要怎么样？我跟你讲，郑丽文就是因为你国民党老朽，最后他才会出来的。是啊，那你拿那么老的逻辑干，国民党什么时候跟人家党说有中共代理人在攻击我？操你妈！你搞错了吧？张什么干？张亚中，张亚中现在是不是副主席还是什么？不是，他没有任何党职，对啊。哦，好啊，我真是搞不清楚状况啊，所以不知道但是我们还是感谢季将军呐，季将军统合了所有的人，那于是就这样做。但等等，没想到老韩又有戏了。这边我们要给予老韩一个光芒，就是当天下午，郑丽文急抠韩国瑜道歉，李乾龙也打干，李乾龙走个路都会喘气，你想想看，动到秘书长打电话，那个我不知道韩明哥记不记得？请问韩国瑜接起电话来，第一句话讲什么？你是打电话来开除我了？干是不是？我们的老韩金句连发，他可能已经忍了一整天，想说妈的干，今天谁敢打来，我一定要第一个讲这个东西。而且我这样讲，譬如说我要打给斌哥，或是斌哥打给我，他妈媒体怎么会知道？
是啊，他妈一定是有人讲出去嘛？这个有人难道是郑丽文吗？看起来不像啊。对啊，那谁？所以到底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问题是，那个蓝人就是这么厉害啊！他最近不但越来越接近总统府了，而且大家还要跟他道歉，而且他还贴了一个脸书的文，要请兵哥帮我们解个签。这个是什么？老牛自知夕阳晚，沉默无声自奋蹄。此生所行，无愧于国家。其实他连续写了好几个无愧。那这前面那2句其实就是他办公室后面的座右铭。对，此生所行，无愧于国家。没有，其实他就是当立法院长的时候，他就已经写了这个。那意思就是很简单嘛，大家也看得出来嘛，就是说他年纪已经大了。他只是一心一意为了报效国家，其他什么个人名利他根本不在乎。赖校长也是为了报效国家，他一出来就是报效的浪潮，一波接一波的涌来，大家都担心他回不来怎么办？他让我们整个国家都报效了。对，但唯一能够胜过他呢，就是报效伙伴。是啊，这个沈伯洋，我们等下会再讲沈伯洋。韩国瑜，大家也不要认为说他是故意在酸郑丽文，其实韩国瑜讲话的风格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我，就是那时候这个窃听器事件的时候。结果我就在那边骂，哪个是李乾隆窃听器事件？不是，是那个韩国瑜那时候在选总统高雄市长还是？对，说他高雄市长的时候，说他那个什么引擎盖里头藏了一个什么窃听器，然后我就说这一听就知道不合理，引擎盖那么热，装什么鬼窃听器啊？然后我就大骂了一顿，之后，韩国瑜就自己打电话来跟我解释，韩国瑜就说：“请问一下，那个韩冰在吗？我是韩冰的爸爸。”他讲也没错，对他没有说，他没讲错，他就是故意在那边讲这个嘛，对啊，所以这就是他的风格了。你韩冰爸爸，嗨，你好，韩冰爸，这等等。但我的意思是说，当天为什么还有一个瞎鸡巴讲的家伙，就是自称是国民党党员的民众？其实老国民党很多这种人他冲到中央党部，在中常会会场外面。狂呛纪凌莲，那位就是田山圣国啊，那就田山圣国就田山圣国，我们老朋友啊。刚他在民进党党部外面拉了一泡屎，干了不得以前常来留言，但是因为后来被告一屁股，所以他妈叫他要低调一点，所以我都忘了，原来就是圣国兄啊。圣国兄基本上你叫他当场拉屎，他都可以的，真心是就是田三军呐，好不好？就了不起，但。这个纪凌莲，那为什么这个样子？是赵少康说要开除纪凌莲，他有什么运作方式？赵少康还好意思讲，他说他在这个位置上是要破坏团结，每次看到他都想到韩国瑜说他要被开除党籍卖党求荣，然后黄建豪就还发了一个文，因为黄建豪比较菜不好意思，蔡斌有时候比较赶，出生之犊嘛。他说：“不客气的问一句，季副主席，你哪个单位啊？”你说叫他副主席，你觉得他哪个单位？对，你哪个单位啊？难道是民进党副主席吗？这真不知道。我们今天快破4000呢，网友，我们现在有没有破4000？因为我后台看到3925，但有时候前后不相干。对，所以原来是田山圣国。刚刚这个描述让我觉得他很老，好不好？田山圣国是伪装弄一个白胡子，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田山圣国当然那天他是很气啊，他对面一直骂，那就是现场也是一直在安抚他嘛。那但是我觉得田山这个倒是没什么，就是党员发脾气也没什么不可以。但他是不是党员我都不敢讲，我不确定，因为他那天一直强调说他是国民党党员，也许他后来加入也说不定。这个不晓得。一级嘴炮技术室也是这个也是民进党党员啊，林北好友也是民进党党员啊，好像那个一级嘴炮林小胖好像最近身体不好，他贴了一个病重，说他最近就不回，大家有空去他脸书帮他加个油打个气。是啊，那老实说啦，纪凌莲本来就有点呛，大家忘了吗？上次谢龙介那时候，他直接掏把枪出来，直接开枪。对，就是他。所以我觉得他是有点呛啊。但是干嘛这么呛呢？是啊，所以我就觉得，但你呛也就算了，就是很多话出去是会造成伤害。
而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出去就出去了，没得回来的。是对，其实你仔细看纪凌年全部的讲话，他说的是他相信韩国瑜不会这样做。他其实是这样。那他干嘛？是他表达能力有问题？我国的军人都这么唧唧歪歪的吗？那你相信韩国瑜就不会这样做，那你就不要讲啊。对啊，你干嘛讲一个？你知道人家下标一定下你最后一句吗？你什么话强烈，什么，而且他很犟，他很拗。就是跟校长一个个性，干我国现在校长风成为一个新流行，他不会认错的。你有听过纪凌年说：“哎，你们误会我了，我其实只是讲一下，说如果怎么样，假设怎么样。”哎，但他干嘛要骂徐巧芯跟林涛？他就因为8100亿是徐巧芯提的嘛，然后林涛提的，朱立伦他们那一派提9000亿嘛。就是这样的啊，那实际上不是徐巧芯也不会自己提呀、妈，他那么嫩，难道是他提的吗？徐巧芯说法是说，他当时只是整理，把美国要给我们的军售案整理一下，算是8000多亿，所以他就提供给了党的智库参考，就是这样。那后来党说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现在只有3800亿，我们就只先认3800亿，后面再加 N， 然后这个时候朱立伦就提出了9000亿版本，叫林涛提的嘛。所以，怎么轮到林涛提？林涛是他妈一个小议员而已。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朱立伦在背后运作很多，他策动了一大堆不分区立委啊。是策动，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很有钱，所以他给钱。是啊，他策动了这些不分区立委，就全部支持8000亿以上的版本啊。对啊。那朱立伦为什么要这么积极运作？他到底在干嘛？妈是老二养是不是？他一招是那个。维基解密里面那个 protect 就是美国中情局暂时要优先撤退的人之后，他永远就不甘心了，不能他妈就退休，然后回家乖乖的打电动上网吗？那朱立伦会这样运作，有人就认为说他对2028还有想法。朱立伦运作也不是没有，不是有一个台北市想要选议员就初选吗？干就选不上啊，然后还哭，然后还被那个第一名硬爆。干，这真的太惨了！但我就不方便讲是谁啊。但这个听说黄世修笑得很开心，但为什么笑得很开心，我就不讲了。那等一下，那如果是照这样讲的话，国民党现在还需要敌人吗？是啊，以这样各种自爆大逃杀。我讲比较那个一点啦，民众党因为柯文哲一连串的这些事件，其实民众党的力量在缩小当中，大家都看得出来。上次还有人骂我说什么，我进去之前讲说民众党会缩小，那你看是不是缩小了？是嘛？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嘛。这柯文哲的事情不管怎么样都让民众党重伤了。那国民党呢？而且他处理的不好。对，国民党本来是有机会起来的，然后说郑丽文是带了一波。讲实在话，而且正席位，我们坦白讲，郑丽文表现是不差的，没有，就是不卑不亢啊。是啊，你看，任何时候，如果你跟老共开会，如果他只能弄出来说，干他们做一个小巴被人家冷落，妈逼那是行政车，好不好？干你都不读书，那是最高的一个礼宾规格，因为坐小车不对嘛，你带一堆人，他就给了一个最高档的小巴。干有机会我去对岸，我也要坐看那个小巴。这些土包子，妈土到一个靠背，那个习近平都常常在做。对啊，那你妈这到底是怎样，好不好？但是我必须说，现在就是党内，我老实讲，这是国民党的毛病。当初选党主席的时候，你们一个推一个都不愿意出来。然后等到郑丽文选上了，你们每一个都觉得郑丽文这样不行，郑丽文这样很危险。这是什么？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当年的换柱不就是这样子吗？是，所以洪秀柱还写了一个花蕊夫人诗，14万人齐卸甲啊！干，我这句整个背，我在北京有把这个特别背下来。我说将来有一天一定用得上，果然用得上。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万人齐卸甲，竟无一人是男儿。你他妈这些人孬种，长跟老二不会用，不知道到底在干嘛，烂透了，好不好？对，你看，来，宇通 T7 是150万人民币，是啊，操妈600万一台车，是啊，我还没坐过这么好的车嘞。所以我必须说，国民党内现在的态势，在我看来非常明白，就是这些人当初自己不跳出来，
然后现在呢又担心郑丽文会把党带偏，那你就当初就跳出来。但是我现在要赶快打个广告，因为现在那个丰裕蜂蜜他们春季的蜂蜜已经上市了，各位要订的话赶快订，趁新鲜。这一罐我拿在手上之后，马上要拿去出货了。对不起，没有了，谢谢大家。这跟上次那个长不一样，上次是白色的，这是上次那是鸭脚木，鸭脚木是冬蜜，但是这个是春蜜，还有这个是不是？好，那我们同样的也有那个我们那个叫什么三锅四味煮，是不是？还是叫四锅五味煮？三锅四味煮，我们也有带货，这就是暂时最棒的。斌哥上次是不是给你带回去？没有，我这是什么？羊肉卤，没有，这是卤肉。哦，卤肉。羊肉卤你没有吃吗？没有。那让我今天可能变不出来。不用，我家冰箱现在已经塞不进去。干真假？你好歹晚上喝酒的时候要你那个你光是那个下酒菜都给我一大堆，我已经塞了。干那好，那要灌浩克啊。那我们下酒菜也要记得多买那个纯味家的下酒菜，好不好？就是这样子。但我的意思是说，猪检好不好？可以讨论，可是你当初扭扭捏捏娘炮的那个死样子，你说不选，然后朱姐说那我抛砖引玉啊，结果人家专跑出来了，你他妈全部都打他，是啊，我真想不通不是我就觉得国民党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你如果当初你没有决心选，你认为会输，那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好好辅佐他。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大家一起就是同甘共苦啊，输就一起输啊。结果你硬要去换洪秀柱，当然我知道朱立伦当时承受很多压力，是因为很多立委都跟他讲说洪秀柱这样搞，我们怎么选啊？会全军覆没。但是我那时候就说，你把洪秀柱换掉就会变比较好吗？结果那一次还不是一样全军覆没，立委还不是选得一塌糊涂，不是吗？所以为什么国民党老是喜欢历史在重演？现在又来了，现在又在担心郑丽文这个，担心郑丽文那个。当然，你可以说郑丽文好像有点大头症，好像有点飘，但是你们就要在他旁边辅佐他。不，你要去推他，好不好？就是你有辅佐，当初你不出来，接下来就要一起团结去拱他。你知道那个王世坚不就这种人吗？福龙王啊，对不对？你选完了，你赢或你输，反正你就乖乖认命。你看坚哥有选出之后出来靠背吗？没有啊。是啊，这我真的觉得很奇怪。赵大哥当初自己出来选不就结了？当初跟郝龙斌在那边推什么，你出来我就不出来，我出来你就不出来，你就直接出来嘛。我认为赵大哥那时候如果出来，他会赢啊。对啊。那还有卢秀燕呢？卢秀燕你当初为什么不出来？对啊，你出来不就赢了吗？不就没有现在这一堆有的没的的事情吗？我都忘卢秀燕当初的说法是什么，因为我好像当初听了觉得胡说八道，所以我没记住了。当初郑丽文还说只要卢秀燕不选，他就要选。那所以卢秀燕出来，他就不会选了。那就没有出来啊！是啊，为什么不出来呢？那为什么不出来呢？对啊，国民党就是这么神神秘秘、神神鬼鬼，就搞不清楚。你想想看，如果卢秀燕出来的话，他现在当党主席，他主张8000到1兆，不就过了吗？就给你过啊！对啊，而且你去美国还是可以高规格接待。不过 Bloomberg 访问郑丽文，郑丽文说我想要见川普，这干五扣零，我觉得可能性很低啦，因为你觉得？台湾不要说在野党主席啊，就算执政党主席，你觉得川普很有兴趣吗？不，执政党主席根本踏不上美国，好吧？这个要退1万步，你在野党主席可能可以踏上美国，但执政党主席就不行。但是我觉得郑丽文大概是希望尽量把格局拉高嘛，看是不是能够见到。没有，他就放个话嘛。那么谁把这个放话当真的？当然我还希望进联合国嘞。是啊，我还希望当联合国主席嘞。他搞不好可以进联合国参观。因为联合国本来就有卖门票可以参观。你等等，但是不是不能够免费？如果拿台湾的那个中华民国护照的话，好像不行。好像不知道他有没有党啊，我不晓得。好了，就是这样。你看刘冠超说卢又不急，2026输多了再逼宫，急什么？但现在看起来有很多拿钱的人啊，我自己这样讲，你们懂的人就懂。很多拿钱人急扑扑的出来要打郑丽文呢，这到底有什么？是怎么样要共荣共好吗？跟民党一起是吧？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说真的，有人说我就是力挺郑丽文，我不是力挺郑丽文，而是我觉得你们有什么事情，你们私底下去解决好不好？党内意见不同很正常，可是可不可以你们私底下先瞧好再说？然后什么事情都要把它拉到台面上来，然后每天给人家看笑话，这样对你们有比较好吗？就是有暴露狂。对啊，我不晓得啊，这样子被民党见缝插针，你看。人家吴思瑶马上就讲了，你看只要中共一介入，国民党就开始内斗。
中共不介入国民党的内斗，是啊，国民党没有不内斗的时候，除非地球毁灭。我跟你讲，国民党从当年还是中兴会同盟会的时候就在内斗。哎呦，干中兴会同盟会这真的很这样子。好，等等，我要讲说啤酒说最近。不 Sylvia Chen 说谢谢彬哥一直来万事东事务所情义相挺，昨天那场800的直播真心希望大家都分享出去，听到后来几乎在赶高铁的路程中忍不住泪流，谢谢朱大。我还是蛮会讲那个感人故事的，因为我讲到杨惠敏后来被戴笠关在那个渣仔洞一关3年半的时候，这个我自己都快要受不了。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就是不会爱那些为他牺牲的人，是啊，就这样子。来，这个啤酒说最近跑出一堆祭粉，所以 Google 了一下老将军，哇，怎么好意思说出卖党求荣这4个字呢？这我不知道，好，不介入。陈文仪 Sky 说，国民党的权贵派、国民党的游淑慧、国民党的钟小平、国民党的家务事不要影响2026、2028的大局，其实不会，但是你把他们太看重了。啤酒说，很多人包括某哥拍手叫好，说继父炸出一堆内鬼，这些亲美派该处理校属。你 KMT 的唯一战力就在立法院，现在要自己清党送莱尔2028吗？我们外人只会觉得 KMT 又来了，就又来了啊，不然呢？这个 Gibb Sale 说，我也支持郑丽文，反正国民党被这群人搞也不会更好。郑丽文有新气象。Kimi 吴说，看来黑熊选台北市板上钉钉了，这里只能奈米赞助一下彬哥，熟悉的国民党真是最对味。2028还轮回一个轮替鬼，他没有轮替，他轮回了啦，看是不是转身投胎，我又再选上。各位等等，沈伯洋现在又卷入了安属之乱了。来，我还特别替他做了一个定场诗，让彬哥心中有准备。黑熊学院抓共谍，沈伯洋来斗老鼠，荷尔蒙防治党媒和鸡排当事人等得避嫌呐。彬哥，你最近讲到沈伯洋，会不会有一些避嫌的状况呢？没有啊，我还是支持他，对啊，我全力支持他，全力支持，希望他赶快出来参选，对啊。而且我觉得啊，对啦，什么有频道拿预算要黑证，你们自己知道，我们不多说，好不好？不多说。笑鼠人呢？为什么台北鼠人又出现了？彬哥有看到最近这一段新闻吗？有啊，忽然之间，是沈伯洋身为一个黑熊部队的掌门人，忽然之间开始关心台北的老鼠了。老鼠是怎么搞？他们最近一直用说台北有鼠患在打蒋万安嘛，那这到底干嘛啦？不是，对啦，台北市老鼠确实是不少，但是又不是今天才开始。台北市一直都有一堆老鼠啊，而且以老鼠来讲，没有纽约多，好不好？是啊，哪个妈笨蛋说要学纽约？干纽约比你为严重大概100倍吧？是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对台北市有这些卫生相关的东西是可以去督促市长是要去加强。那但是你们这些人，他们现在又说投药是不对。说投药可能会毒死其他的东西。你们鸡巴，你不要去吃那个药不就好了？干这很智障他说会毒死鸟啊，毒死其他的这些东西。你啊，台湾是有不是？你其他不用讲。妈，沈伯洋在台北干你台北什么时候看到有猫在街上抓老鼠？我们家的猫不是，就是大家的街猫都是吃罐罐的，结果你他妈说他要吃老鼠。还有，我跟你讲，我看到动保出来贴，你看这是华盛顿州的一只老鹰。他就被毒鼠药毒死了。去你妈！台北市什么时候有老鹰会抓街上的老鼠吃？干你当我们的高楼大厦是妈纸糊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那个都过头了。就是那请问一下，你们又说不能投鼠药，那请问一下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养猫啊？干等等，我以后应该会做一个直播。干那个列宁格就史达林格勒发生过，因为猫被吃光了，所以他妈鼠患变很严重，然后人吃不光老鼠，最后他从别的城市运老鼠来。但等等，我们刚刚讲的，来，就是这样。这个 Harrison Wang 呢，我们是不便透露姓名的匿名人士，他本身就做灭鼠的，所以他看到这个东西特别来找我骂。我先念他的这个斗内里面写的文字，我等下再把他传给我的文字念给大家听。他说什么安鼠之乱，我做灭鼠快20年，台北市的老鼠问题一直就差不多那样，没变好也没变差，还学纽约嘞。纽约的老鼠问题严重程度只是从印度减轻成重度，还是很严重。垃圾容器化就是要装在
垃圾堆里面，然后不装垃圾袋，双北垃圾不落地都几年了，纽约这几年才开始做哦，是不是没读书啊？啊，这个什么什么博洋是不是黑熊部队没读书？来，荷尔蒙防治呢？干环境部化学署不准呐、是啊，他妈他怕你长出奶来，好不好？然后更重要的是，你要环保安全，你想要用荷尔蒙防治，但它效果就是不好，而且只论效果，不可能比抗凝血剂的老鼠要好。但你吃抗凝血剂，你当然会死，但你他妈就不要吃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故意拿这个东西来打蒋万安，但是问题是打的人又不用功，他自己也没有去了解这个事情，所以就乱打一通。其实你看沈伯洋他参选，就他还没有正式参选，他大概接近要参选的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假装一副他好像对市政很关心，然后他开始忽然之间不讲统独议题，是不讲中共偷袭议题，他不讲这个老鼠是中共运来的，他不讲他现在在台湾遇到的种种恨逆都是中共威胁他，他连发型都换嘞，妈逼干！你这我每次在家里一看，沈伯洋换发型了，大家又说他长得像张凌赫，大家又说他长得像裴勇俊，大家又说他长得像这个韩星那个韩星，还有人说他长得像木村拓哉，我就知道自己苦战本镇救援韩冰哥为矣呀。所以我就觉得他对市政，他每次只要一开口，就会让人家发觉他对市政根本完全不了解。什么市政？他对政治完全不了解啊！人家就问他说大巨蛋的噪音怎么解决？他居然你知道他讲了一大堆，基本上都是废话。然后到最后结论就是小巨蛋都已经改正好了，大巨蛋也行啊。你在讲什么啊？谁告诉你小巨蛋解决？小巨蛋没有改好、没有改好啊！小巨蛋是强制规定你在里头不准给我跳。对啊，就是那个3天3夜是啊，不准跳。3天3夜的作词作曲还是小弟认识的人，但这个就不提了。但就是很夸张啦，一不懂啦。老实说啦，小巨蛋跟大巨蛋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地点就不一样，然后第二个整个结构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要去解决它的噪音问题，那个其实是要专业的人去慢慢去研究的。那个不是随随便便这样去讲。没有，当初没有算到这个结构。是啊，因为其实共振是有频率的，你知道吗？对，那个频率，那个低频哦，会传很远很远很远。因为低频的能量其实很强。是啊，以前还有过用低频攻击人家嘞。所以大家记不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常被教说要齐步走。其实如果真的全校3000个人，大家真的同时踏出那一步，真的那么准的话，学校搞会被震倒。不要说学校震倒，你如果走在吊桥上面，你真的摇来摇去，他妈会把它震倒。以前就发生过。我赶快再念一个斗内，坏掉龙九说本党真的很有趣，一些没能力的菜鸟当了官就以为自己是个咖，干，刚讲完就被妈洗到下面去了。等，我来看啊，这个不过那些。出了大包还得要大人出来帮忙处理，不过那些大人处理也很难看，就是老猪先知啊，先知总是早死，好不好？陈文仪说，2026年野草长不尽，春风吹又生，星云下暴雨，民进党这个火燎原烧到云嘉南平地蓝天会倒，干这个标到底是怎么下的？台湾一定倒。我跟你讲有危险哦。好了，坏掉龙九说带超哥斗内，我觉得卢不出来选正常啊，要不然2026要出一份钱，选不好又要被人说，还不如让郑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2028年坐等人拱，反正他万成战不后代，加地方派系也选不上，在地方布局好，慢慢捞，再捞一轮总统局，回家抱孙子多好。Too much IT 说先小抖一下，找时间再补课。这个 Guts Roy 有说纽约老鼠80年代就很有名，忍者龟师傅那个史普林特，对啊，就是那只老鼠，对不对？超大只的老鼠。来 Z Bike 说，其实我觉得省长比较是森林猿人，尤其是还没剪发的卷发样，他其实是长发呢，那不是他以前是长发，而且他那个是烫出来的。是啊，他不是天生卷的。对啊，那好，等等，但我要讲这个，他不。沈伯洋现在不处理第5纵队，他处理地下工作者，他处理那个地下通俗者嘞。到底是谁？到底是谁会提供他一个建议说，伯洋啊，你不要再讲第5纵队，你他妈跟我讲地底鼠患好了。不是，他根本就不懂嘛，你去教他讲这个干嘛呢？所以我真的是觉得。
民党现在是急着要帮他转人设，但是我太急了。你知道沈伯洋还说没有，我现在不是转人设，我是恢复人设。所以他以前就很关心老鼠，对不对？我不知道。说真的，你问我要解决鼠患有什么好方法，我也不知道。没有，因为很难。是啊，因为坦白讲很难，而且生物治理那个 Harrison Wang 还说他有一种药很贵，也不是很有效，就是你一种纤维质，那你让它吞了，它就会变大。然后堵住你的食道，让你活胀死。OK。可他说这个效果也不好，但那也是要他吃下去才有用啊。不是，因为老鼠就很聪明。我跟你讲，那个 Harrison Wang 讲说，只要1岁以后的老鼠，就他妈不要说比人聪明，对不起，这样讲太过分，就是他自己会把粘鼠板推开。对啊，他不会中你的计，好不好？我跟你讲，老鼠是有学习能力，他只要看到一只老鼠被粘鼠板粘到，其他老鼠都会绕道而行。对，他不会再去碰它了。对，就这么简单。那结果你在那边讲了半天，我觉得啦，这个你看 Man U 劝说，除非把台北夜市全部禁掉，然后厨余都不要倒进下水道，因为那个捕鼠专家有讲，他说他现在人家花钱请他除鼠，弄了20年，他们现在能够做到就是不让他们进建筑物，但他在街上跑来跑去，你管不到啊，你没有办法了，你他妈是要怎么猎杀全台北市的鼠吗？我讲一句实在话，台北市已经算是全台湾情况最好了。我讲实在话，因为台北市垃圾不落地啊，相对的老鼠吃的东西就比较少。那你说猫，抱歉，台北市的猫根本不能打，很多猫看到老鼠会怕，他妈看到人都会怕的。你看老鼠，而且台北市有老鼠长比猫要大，是啊，好不好？所以粘鼠板只会粘到幼鼠哦，是啊，对，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人类，我这样讲。是真的有吃过老鼠，是在列宁格勒围城期间。为什么呢？这个我有机会再讲，我这边短短讲就好。第一个，人类被围城，先吃狗，因为狗不躲人，是啊，所以先吃狗。吃完呢，吃猫，因为肉多的就剩猫了。但是猫吃完之后呢，会出现一个问题，老鼠会大量繁殖，是啊，而且你吃不完，因为它他妈一胎生30个。1个月之后就一直繁衍下来，所以要用很高档的科技。台湾用什么粘鼠板，用夹子，不是。但我要这样讲，我个人觉得那个沈黑熊为什么这么生气，是因为终极的战备蛋白质，除了绿鬣蜥之外，就老鼠了。你看是不是？那他应该主张不要抓老鼠啊。因为这样暂时我们才有的吃啊，那就是他最后一道防线啊。所以今天为什么跟这个蒋万安开了安鼠之乱啊？就是因为搞到这个程度。而且老鼠多还有一个好处，你知道，解放军打进来的时候可以传染他黑死病，是吗？还有汉他病毒，对不对？不是嘛？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以前一直都用老鼠药，那这次买了11000公斤，你也知道有毒，我也知道有毒。但那你就不要去吃，会怎么样？是有哪一个人吃了老鼠药之后死掉了吗？也没有啊。不是很简单嘛？宠物你就把它掰下，宠物你不会让它在街上乱吃东西吧？不会啊。对啊，那就好啦。那谁会吃？就老鼠会吃啊。当然有一些鸟类什么也有可能、啊。那他要去吃，他就死了嘛。刚刚有一个网友讲的很有趣，他说毛泽东那么牛逼，他都不能消灭麻雀跟老鼠。那怎么办呢？啊、那怎么会干？贝尔乌萨是说老鼠会吃绿鬣蜥的蛋，但是这2个通常不在同一个区域出现。你错了，在台湾会，因为台湾的浊水溪防线已经被绿鬣蜥跨越了。是啊，绿鬣蜥一直在北上啊，对吧？而且越上越北，所以它接下来基本上在台湾，老鼠跟绿鬣蜥是共存的。就这么简单。不过绿鬣蜥蛮好玩的，冬天的时候那绿鬣蜥会僵掉，因为太冷，天冷嘛，对不对？但绿鬣蜥其实可以吃要不是太脏了。所以这个，你看 Harrison Wang 说 Skyrim 的恶鼠尾巴还是炼金材料，南部也有老鼠啊。哎呀，类牛说有抓到老鼠还去放生的，放生？不会吧？真的假的？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叫荷尔蒙防治法？现在青鸟讲的东西都这样子搞，我们都搞不清楚了。
不是，我老实说啦，荷尔蒙防治法有没有效果？有，但是效果其实没有很好。那你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其实我讲比较那个一点好不好？因为是政治人物，通常都希望是快速立竿见影的解决。那本来就是啊，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投老鼠药，没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就这样子而已我这样讲，那 Harrison Wang 说他有看监视器因为他们通常要去除鼠，有时候要放监视器。对。老鼠会用前爪把那个粘鼠板推掉。会啊。他说这挡住我路了，干你要推走。对啊，捕鼠笼我以前也用过啊，上当一次就不会再上当。就是这样子。他没有啊，那个捕鼠笼呢，就跟全世界的外交体系一样，你那个赖校长骗他们一次之后，他就再也不会上当了。对啊，那所以你不可能再做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坐人家飞机什么绕跑什么东西，这个真心不可能。那什么结扎干结扎嘞？妈，你不要看，你不要再乱想。还有看老鼠闪粘鼠板还跳楼，但他跳楼摔不死啊，他就是圣斗士干。越南移工会火烤绿蜥，我还真的有听说会，好不好？我知道有人吃啊，对啊，因为可以吃啊，他说像鸡肉啦。对啊，那所以这怎么讲呢？这个犬夜叉说有没有人告诉我这是直播还是录播？干你不会抖跟内你就知道是不是录播了嘞？你妈一直在那边问，一直在那边问。黄俊明还说那个捕鼠笼要洗，用过一次会有味道。妈废话，干他这样是要洗澡是不是？我捕鼠笼放家里，我抓过一只老鼠之后就有味道，然后我就要再洗看是怎么样？有没有搞错？而且台湾现在也不能用捕兽夹，是啊，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行。可是我老实讲，山区里头还是有很多人放捕兽夹，那当然你不能那不是为了老鼠。这个我但我真的觉得台湾现在没有可以认真讨论的内容了，到底是要怎么样？环境部的根本没有核准荷尔蒙防治，那你知道干嘛？剥夺他的性自主权吗？那你要剥夺他性自主权，那是你是要怎么样？还有网友各位，这个 Harrison Wang 还提供一件事情，他说有专门研究老鼠的专家，有啊，他去南部看了之后，说为什么很多人在吃田鼠呢？他不太理解，因为台湾的田里面没有那么多老鼠，没有，所以田鼠是养的。他检查了一下 DNA， 发现都是沟鼠，干娘他们从水沟里面捞出来的鼠，然后拿来做菜给你吃，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呢？我是不太敢吃，因为老鼠的身上带的病菌太多。对啊，其实蛮恐怖。那可是我觉得应该这样讲，也就是以老鼠的问题来讲，只有民进党要选。好了，你看犬夜叉说两位喝水啦。这个坏掉龙酒说，超哥说我发现沈博阳的思路挺复古了，跟柯 P 一样换发型，还天天跟一堆疯女人聊天打屁。吴思瑶昨天还女友视角去看他打篮球，但发出来影片打得也不是很好。台北再这么搞下去，钟小平都可以出来选。钟小平也会打篮球啊，我有访问过他呀。钟小平篮球还打得不错，我讲实在话，以他的年纪来说的话，因为他以前好像打过3对3嘛，拿冠军是吧？这个黄俊明说捕鼠笼我试过，抓到一只要洗，前面那只尿尿会留味道，后面就不会上当。哇，干这么牺牲哦？那沈博阳是不是也要在这边尿尿留味道，后面的人就不会再来选台北市长了？哎，真的我们是讨论这种题目，就讨论到后来都不知道要找什么来。还有我们已经特别研究出来了，要保护萧美琴。第一个，萧美琴要24小时穿防弹背心，连睡觉都不脱，因为有任何的危险就韩国语的。是啊。第二个，要配置3班制的试吃官，吃饭前要先试毒，喝水前要先试水，连刷牙的水都要试。第三，所有萧美琴会出席的场合，提前24小时要派这个防炸弹小组进场。第四，不准他搭飞机，不准他搭电梯，不准他开车，最好连走路都派人在前面把这个石头捡干净。禁止他一个人吃饭，怕被噎到；禁止他运动，怕扭伤脚踝；禁止他洗澡，因为怕滑倒。那干我这样讲，好了，有网友一直叫说有没有
有没有二维码，叫我们要挂那个这个东西？好，等一下讲。那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台北市接下来会有这么多老鼠的鼠患了，所以沈伯洋起身炮到底还能怎么样？不是因为我跟你讲，那个工作人员等一下帮我上一下那个，等一下，这我好像自己可以啊，上一个二维码，我看一下在哪里。他刚刚说有一个超哥，你还没念到？有啊，我有念啊，有啊，刚刚我有念到，但是我一时间找不到那个 QR code 在哪啊？有，好 ，QR code 上来了，然后我把头躲到后面去。来，各位，所以你们又要抖内了，就赶快抖，好不好？我昨天还有一堆没念，但我问一下，沈伯洋，以你一位沈伯洋防治专家的能力，沈伯洋到底要做什么东西才是一个好的起身炮？因为有网友讲了，那个他好像是 ET Today， 他说，干沈伯洋现在很听话啊，叫他改造型也改造型，叫他不要瞎讲，他就不要瞎讲了，而且真的没有人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很简单啊，你就真的好好去做台北市政的研究，出市政白皮书嘛。对啊，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不懂啊，就是你就真的正正经经去打一场选举，不就好了吗？就很简单啊。我相信，因为你们民进党台北市议员也很多，那你就会诊他们在台北市所遇到一些问题啊，他们想要提出的政策啊，你们提出一个联合政见啊，不就好了吗？对不对？那他为什么就是要走邪道呢？这个网友说啊，干，这为什么要走邪修路线呢？对啊，这个就是很奇怪啊。我觉得他大概就是已经很习惯了用那种这种耸动的话题啊，然后去故意语不惊人死不休啊，用这种方式，他认为这样才能炒高话题。他有没有炒高话题？有，但是他炒高的是他的负面声量越来越高，那这样对他有什么好处吗？所以我也不知道。也不是邪修没有比较快啊，是啊，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什么都是没有啊，好不好？这个我真的觉得好了，这个我先念一下斗内，那斌哥再想一想后面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要补充的，因为昨天我没有念斗内，我今天要补一下。OK， 这个机器人广场说太平年那一期在 B 站播放到10万，共同进步啊！谢谢你的宣传啊，反正我现在没有上 B 站，你就多宣传，将来有一天我要去。这个蓝豆说快报，今天大甲地瓜球老板娘一样又很赞，跟昨天一样赞，我老母走过都目不转睛的说2个篮球好挺。哎呦，人家就是。不要这样，你抖内多一点，我就再去访问他。我讲那个没图说个鸡吧。没图说个鸡吧，干。来，谢谢另外网友抖内，然后还有我这个网友抖内没留言，还有网友说感谢做了800壮士这一集，然后还有一个网友大抖，他说赶快加入我的微信，结果我找不到加入他微信的方式。好，还有网友说昨天做那一集，那都是我们大陆人祖先是保卫我们的英雄，台湾本省人永远不会懂，也不是这样说。这怎么讲？还有致敬800壮士，支持订阅乌龟钢琴频道，他很重要，他每次抖内都要讲乌龟钢琴。但我觉得你要说 Pan Piano 露奶弹钢琴，大家就嗨了嘛。然后还有说谢谢朱大的努力，还有朱大咋啦？大大方方黑丝，他大抖了一个，结果找不了。还有网友说祝朱大长生不老，永远不死，早日成为社会中流砥柱，发东西南北选风采，长生不老，永远不死，死了也能原地复活，爱你哦！抖这个东西到底干嘛啊？网友说支持一下，然后支持乌龟钢琴。朱大这个我前天讲的，来我再念一遍，我看斌哥听不听得懂。他说朱大5·1劳动节快乐，问个问题，我女朋友被她闺蜜绿了，我该怎么办？我女朋友被她闺蜜绿了。这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哦。好，这我昨天就不知道了。她不是你女朋友吗？那她为什么要跟她闺蜜？她被绿了，是不是就你去上了？是啊。她闺蜜呢？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困扰啊。这个昨天就被这个困扰了。但我看看啊，支付宝这边也有网友抖内啊，但网友抖内因为支付宝他们都不留言，所以我看看。好，这个。谢谢什么什么赔，谢谢什么什么思，谢谢什么什么好，谢谢什么什么旺，谢谢什么什么泰，什么节，什么许，什么学，什么喜，什么利，什么称。然后5月1号也是有2笔，什么什么云，什么什么利，谢谢。干！哇塞，还有语音？有，它有语音，但是有时候我不关就会这样子。所以，
对啊，那不就是你上了女朋友的闺蜜嘛？是不是？这个我关系有点复杂，所以就是她上了闺蜜，所以两边都绿。是你，对不起，你女友，你他妈问我干什么？这也不知道什么问题，这个我也不知道。那彬哥怎么样？你觉得接下来我们就会被卷入校长爆笑的漩涡里面，大家都会赌说他到底回不回来吗？搞不好南部已经开赌盘了，都不愿看他来看几比几，看他能不能回家。对呀、这到底什么东西？我真心不知道怎么办。而且很多绿营的网友是真心觉得太棒了，我们的外交人员好努力才能换到这种移山倒海、偷天换日的方法。这跟外交人员努力什么？不过我还是要讲这个。绝杀不能用第二次，是啊，你用了第一次就没有第二次，什么样子的人会觉得这很棒？我真心不懂。我觉得现在你看到会被洗脑的青鸟都没有救了，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棒。难道以后左宗泰说这要成为典范？难道以后我们去每个国家都这样玩吗？等一下，有网友说他支付宝有抖内有留言，可是我看不到啊。等等，我来看。台湾怎么讲西安事变的？我看看两边有没有出要等一下，好不好？那因为没有那么鲜呐，我后来还想要做孤军什么之类的东西，所以要讲一下，两岸对很多东西其实是真的有差的，但就是还有网友说谢谢朱大，谢谢800壮士，那就谢他们也没有办法，做那个题目很累的。这个谢谢朱大向800壮士致敬，然后各位还是提醒大家去看昨天的800壮士的专题，我个人做得很认真，因为台湾真心没有对得起他们。说朱大讲得好，这个还有人没有念，记得要贴给我，好不好？这个还有网友说等等，他说后面的那个你的脸啊，说比真人还胖，干那我是剪 TVBS 的照片呢，那个是很久以前的，对，就是我。不是我把你弄胖了，是怎么样？是这个朱大是谁？朱大他妈就我啦！这是什么干鸡巴？还有人这样问，犬夜叉都抖内了，就我不知道台长是谁哦。不，我不是台长，我就是我，好吧？不然台长有另外一个奶妹，常常来说他是台长。所以彬哥怎么样？接下来预计下次你来之前会有什么样子的政治不当言论状况发生？我希望我下次来的时候，沈博阳已经宣布参选了。对啊，那这样下次来应该宣布参选。照理来讲应该要。那不然带个鸡排来给我吃吧。有 OK 啊，没问题啊。不是，你都走路干彬哥都是保练从 T 台那样走到我这边来还好啦，我就坐捷运再过来还好。对啊，反正如果他确定了，我从那个日本回来，我就会在 TVBS 跟中天门口各摆一通。太好了。对，你觉得会不会有像四叉猫那种油腻的胖子来闹场？我觉得多少都会。多少都会。对啊。那没关系，就让他们来闹啊。是啊。谁敢抢我鸡排，就是与我过不去。就这样，彬哥很想发鸡排。对啊，抢人鸡排如杀人父母。真的就是这样子，好不好？所以那个我们接下来。你觉得他会在中常会上宣布吗？还是会有一个什么大的造势，然后底下人纷纷拿着香说：“哎呀，伯阳不出，谁与争锋？先生不出，奈天下何啊？”对啊，所以那你是不是要帮他站台？对啊，他如果愿意的话，我会去帮他站台。好，而且我一定骂蒋万安。对啊，是不是？好，那今天呢，我们最后就我看还有没有什么抖内没念好。什么蛙子说左上彬哥的图没有真人好看，建议更换。干，你跟 TVBS 讲啊！我在网络上查谢寒冰，我就查到 T 台有那一张旧有的图，我就把它抓下来。我还ChatGPT 还帮我去背修掉了呢，好不好？有没有搞错？差远了。这个奈许说朱大这几个码没有微信啊？没有微信。没有关系，我告诉你，我做过最鸡巴的事情是什么？没有微信是不是？现场妈给你扫，干等等。我看一下啊。今天还不错，累计到现在已经36000了。我觉得他好像没有破4000，就是。对啊。可惜，下次就来破个4000。来，如果有人说没有微信的话，我们这边就要做一个干，妈太亮了，看不见。OK。好，有，来亮到全部变黑人，来。
5、4、3、2、1，有微信。好，这个自己有去花完啊，不，去抖内，然后你抖内就有了，好不好？有破4000是吧？好了，很开心，好不好？那彬哥接下来这个也是开开心心的出国，开开心心玩。对啊，好吧，我5月7号到12号出国。对，那这个什么，竟然同上3000多人，后来有破4000哦，看来大家都在哀悼假期，就没有办法，好不好？就这样子啦。台南火车站一堆人拿纸碗在行乞哦。干，那我们也拿碗啊！干，我也可以行乞啊，有什么了不起？好了，刚中间糊掉了，你鸡巴干！来，不要讲，我什么不努力，要饭最努力。来看一下，这有没有？好像中间那没有糊掉。干，马上就有人抖，不要遮住我画面好吗？可以抖的，而且中间那是一个很北蓝图，你不要管它。干，妈就一定有人，一个叫金金盼盼。还沈坤跟 Chessel 取消付款，落叶蛙也取消付款，你们好意思吗？干，这个有本名，我不能把它拿出来。好了，我这个是付款码，干不是吧？收款码啦，干你啊！不要吓我好不好？妈的，你知道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有人直播的时候把那个付款码贴出来，看就被人家到处刷，后来他只付，妈亏了1万多人民币，吓死我哈！奉旨乞讨。那好啦，今天也要放彬哥开开心心的准备，然后要出国了，然后要记得给彬嫂呢这个无上限的刷卡，而且有一个事情要看，你去看看便利商店现在晚班是不是都是南亚人？哦，好，对，我去看看。而且你看到是南亚人，你记得他的名字，因为有很多是这个很多是那个谁，喜马拉雅山旁边那是什么国家？尼泊尔或者是孟加拉，所以不是印度人，你不要妈瞎讲，好不好？不是印度人。来，好啦，今日谢谢大家，跟大家一起说拜拜，希望大家5·1假期结束之后，听说对岸还要再放2天。是哦，他们放5天，那我们好像就没有了，明天就上班。我明天早上就要拖着一家伙很重的东西，就再去邮寄，对不对？那都是南亚人，不是东南亚，就南亚人。缅甸有2车，是不是？好，谢谢大家。但是我们的那个，这个母亲节的礼品，我会尽量明天都寄出去，让你过母亲节之前收得到，好不好？就是什么，我把 QR 卡拿出来，然后大家狂点餐看。好，没事了，大家一切平安，也祝彬哥一切顺利。谢谢。我们2个礼拜后，沈伯洋正式加冕，变成民进党的台北代表人之后，我们就把下一集节目捐出来，为他的这个竞选来当做站台助讲。OK， 开不开心？是不是全力以赴为校长谋？我跟你讲，据说这个背后是校长坚持。是啊，校长就是这种人，他坚持，他说要了，绝无可能改。所以你各位，没有人逃得过，只要校长说要，你不想也要，没办法。校长要是回不来，那沈伯洋的提名，那可能更有可能继续选，因为校长是唯一可以撤回的一个人，好不好？所以没办法啦。那好啦，我们就跟这个大家说拜拜喽，拜拜。